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打开芒果 TV 会员频道，开魔盒，畅玩真心典藏卡。本季大侦探设置侦探排名榜，每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名侦探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以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今天是 M100年2月24日。作为顶级珠宝新式集团继承人，我和我的先生决定重启尘封多年的夜空之心5天4夜专属航线。航程最后1日，我带上新式家族至宝，象征着至死不渝的夜空之心，与豪华游轮上非富即贵的宾客们在爱情石旁见证宝石公主与斯诺克王子的绝美爱恋。但最后1夜，因为雷雨，游轮停泊在大海上，夜如黑钻一般。船长，这雷雨这么大，我们不会被劈吧？只要你不撒谎，不是，只要你不说话，就不会被雷劈。行，我闭嘴。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船，给他送补给了啊！好嘞，加油划，加油划，加油划！救救我！哎，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呼救。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不小心从那个船上掉下来了，快救救我！哎，我们正好要去那船上送补给。对，正好把我带回去好不好？我们这些摇的太快了。别，好人，大好人。来，对，我们这频率太快了啊！呀，太幸运了，遇到你们。否则我今天真是凶多吉少。哎，雨好像停了是吧？来，上来就这儿来。哎呀，来，你先上，你先上。哎呀，谢谢你们了。小心滑啊！来这边，把那个补给搬到船头。行，来。这儿怎么这么暗呢？这怎么只有月光啊？不知道啊，这船是出啥事儿了吗？哎，这太暗了，搬到那个就搬到这儿就行了。行，来，这搬到这儿。好。哎，这什么？小灰衣，看一下，我看看，给他急救。你检查他怎么样了？此人是谁？他是我的谁弟。什么黑？孟谁弟？中文。孟谁弟？我的亲爱的。啊，你的亲爱的。他是我的谁弟老公。那你更要好好救一救了。来，我来检查。老公，你怎么了，老公？完。心脏骤停，死
了！我的老公怎么死了？哎，那儿怎么还有？所有人都售停了。哎，此人怎了？也售停了。有。那快起来吧，快起来，起来吧，快起来！地上死人了。这什么呀？哎呀，我的啊！都出来吧，死人了，死人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消息，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什么好消息？本世纪最伟大的、最伟大的小提琴表演艺术家詹姆斯承接红白喜事。吵什么吵啊！打扰到我了。吵什么吵啊！打扰到我了。是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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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是你。冷静，冷静，冷静！为什么呀？你们俩什么意思呀？你怎么？啊！我一饮而尽。为什么要一饮而尽啊？哎，你看这儿，你看这儿，人走了，人走了。这不是珍宝罗吗？哦，哎，这是啥呀？哦，这是啥呀？大家好，我是海上补给船船长，也是成功破获了99起海上命案的侦探勋一。哎呦，今天呢，就是我破获的第100起案件。这是补给船的这个小船一、小河一，是我们是一起抵达这里送补给，所以我们不可能作案。我就是今天的侦探。现在的时间是 M100年2月28日22点10分，在豪华游轮2层甲板上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叫甄保罗，男30岁，尸体浑身湿透，左右手有烧伤痕迹。经小河一检查，初步判定死亡原因为心脏骤停。是，因为这艘船是一艘无人驾驶的船，所以呢，嫌疑人锁定在你们5个人当中。哦，你们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表演艺术家张姆斯。张姆斯，我叫1亿，因为我有钱，所以我叫1亿。好，都安静，让他说。为什么你对他这么好啊？为什么？你们俩有什么私交啊？哎呦，我还用自我介绍吗？谁不认识我呀？你是？我是珠宝大王，我叫心跳，我是这儿的公主。哎呦喂！你知道我们是在哪儿捡到他的吗？在哪儿啊？是在那儿有个爱情石，在那儿捡到他的。这真是感谢2位好心人了。好了，你继续吧。它是一只猫，它这个眼睛，你看见？哦不，你可以把我当做猫，你也可以把我当做狗，你也可以把我当做小狐狸，我就是百变又迷人又危险的何布雷。喝不累啊，喝不累，因为我优雅不累。大家听我的呼吸有多么的粗犷，感觉鼻子透气。因为我就是财大气粗的大瑞奇。
我是最有钱的一个人，我最有钱，我最有钱，我最有钱，这儿有1个亿，他最有钱，他最有钱嘛啊！来吧，走吧，谈谈你们就明白了。在海里聊啊？对，真的假的？真的。我刚上来，我又要回去啊。他刚飘回来，裤子全湿了，地上都是湿的。来吧，你们说一下吧。哎呀，那就从我开始吧。上船的原因和死者的关系。心在跳，誓言如烈火，誓言如烈火。你在笑，疯狂的是我。借我你的右手，感受我的左心房，我就是本市的珠宝公主 CEO 心跳。哇，好雍容华贵哦。他在海里穿这身跟浮漂似的啊。那个死者呀是我的老公，我们其实今天在这个床上。我就等着谁什么时候犯这个错，没想到来的这么早。慌了，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凭啥？没有。我跟我老公啊是在过这个结婚周年纪念日的。这珍宝螺是干嘛的呀？那个打斯洛克的。啊？我刚刚不小心掉到河里了。海里，河里还是海里？大海河里。然后幸亏遇到你们，然后我上来就看到他在那里，我现在特别的难过，我就难过的要死。你刚刚可挺开心的。刚才还是心在跳。对。那是一种我本能的自我介绍，我1年要介绍很多遍。对。在我开始介绍自己之前，我先给今天死了丈夫的新董献上一首应景的曲子，好吧？倍儿爽吗？我真的是太难过了。1、2、3、4 ，Action！ 假哎，还有假吗？这不是二胡的事儿吗？就是，既然弄假的，为什么不弄个厉害点的？一首好日子献给我们新董。我是本世纪最大的小提琴表演艺术家，注意我没有说演奏艺术家，就是说明我没有假啦，谢谢。哦，我是受邀来船上表演。那和死者的关系呢？就是不认识。啊，不认识啊。现在这合了。哎呦呀！来了，哎！来了，哎！旅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说说，不是风景，是和你一起看风景的人。飞吧！哎呦喂，真帅！我就是优雅不累，喝酒续杯，到处 play 的旅行家何不累。我呢是中了头彩，所以呢拿到了这张船票。哦，我跟死者不熟。好，大，这个世界上有4大绝，加马，还有我的富有和潇洒，明白吗？哎呦，这就是天下4大绝，哥们儿实在太有钱了。请问各位如果在月亮下，你们都会干嘛？对影成3人，有人作诗，有人团圆，而我在月亮下只会花钱，因为我花前月下，我就是喜欢花钱。哥们儿就是有钱，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得花钱。天哪，那你只能晚上花钱，白天也没月亮啊。因为我太有钱了，我叫大瑞奇，就是瑞士的意思，瑞士的意思。我跟那个死者有点关系，但是不多啊，有一点经济上的小往来。啊，最神秘的女人来了，这个来了。哦，大家好，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雍容华贵的贵妇，我叫做一亿。我还有一项独门绝技，我是
会预测这个命运。我有一套命运卡，所以我想给今天在座的大家先预测一下今天的命运。哎呦，我跟你们说哟，他这个卡呀可是准的。因为上这个大船之前呢，他就让我老公抽了一张，他就说我老公会有血光之灾，果然。你就是那个血光之灾嘛？你穿这么红，你就是那个，你就是你老公的血光之灾。不要以为你自己是大瑞奇，你就可以胡说八道。我现在很难过的，我老公现在血光之灾躺在那里，你还在这里调侃我。好，所以你先选一张，我看一眼，看一下。这个呢叫做齿轮卡。说明今天你会很幸运，你今天选的凶手应该是预测很准，好吗？哎呦，第二张 The Lovers， 对，这个是一个爱情卡，说明今天你心爱之人就在你眼前，你要好好看着哦。是你要好好看一下哦。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本来以为只有我。这张是愚人卡，说明你今天的判断会失误。来吧，这个吧，这个跳舞哎，这个是一张恶魔卡。恶魔，说明你今天可能会有牢狱之灾。哇，你不要有这种导向。来吧，这个是一张公平秤，说明你今天的眼光很准。哦，冲前！最后一张，谢谢。这个是一张倒吊卡，说明你今天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啊，是他。哦，真的耶！哇，这有点东西。好准哦。哦，那投吧，那开投吧。我觉得已经出来了结果。大，你现在开始投吧，你选出一个，我跟你。等一下，我还没有说我跟那个我今天为什么来上。不重要，我们直接试结果了。看出来了，已经看出来了是吧？然后我跟那个死者算熟吧，见过。什么情况？不会是爱情这些东西要它何用？有。姐姐不会是生气了吧？姐姐，怎么回事？叫我姐姐？姐姐，到底是你多大还是我多大？你们今天见没见过死者呢？12点的时候我们都见过。那时候正在一起在甲板上看着爱情石的时候。我是晚上的7点05，他回房间，他说他要那个喝口水，然后去练球，就走了。我也再没见过他。我就中午12点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甲板上见过。我是7点10分，我比他太太还更晚见到他。他离开了他的太太，找你来找了我。这里面怎么还有这些事儿啊？在1楼的宴会厅，我与他喝了一杯。今天我在12点左右呢见过我们这位死者啊，对。我大概是晚上8点之后见过他。你最后见的在哪？在办私事的时候见过他。办私事儿？办私事儿？听见没有？他跟你老公办私事儿。姐姐别生气。哎呦喂！什么情况？理智告诉我，再生气也不要跟钱过不去。办之后见了多长时间？很快。OK， 很快。我要准确的记录一下。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会出现在海里呢？我呢，在今天9点钟的时候，我在甲板上有点事情，
晚上吗？对，晚上9点。结果突然间呢，后面就有一个人拿着枪指着我，啊，让我把身上的珠宝交给他。我就大喊说：“珠宝不在我身上，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然后我就一顿挣扎就掉进去了。与此同时呢，我就听见了一声枪响，然后我就游就游到那儿去了，就等着你们来救我。那行吧，我们可以搜证了吧？分组，勋、小何、张怡，我们一起。好，然后何、大、新，你们一起。好，好吧，走吧，开始搜证。希望我成功。第1轮现场搜证，7名玩家轮流取证，限时10分钟。哇，抽取我们的外星人探案神器。这外星人电几制。哇哦！请各位念出外星密语，点亮充电站，抽取有阿外舞动 buff 的外星充电机，赢得奖励吧！为了充电，来瓶外星人。哇哦！来开抽。哇哦！1、5、7、3，那就都没有。都没有，那就咱就正常搜，帮他们排除错误答案了。你拿到手机，你划开有那个外星人 buff， 你就可以多99秒的搜证时间。哦，你打开之后，那外星人会跳舞。我就是这个。来，那我们来呗，来吧，上滑。什么呢？哦，是我，是我呀！我要恭喜我获得了加时99秒的时间，谢谢各位。恭喜你！来吧，我们去搜证吧。好，好吧，那咱们搜证去吧。开搜，来吧，我们6分多秒。哇，太帅了！裤衩裂了。来吧，我们搜起来。咱们俩就搜案发现场吗？好。其实以我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小判断，他是被雷劈了。那咱走呗，今天也不是凶杀。他身上很湿，浑身都是湿的，手上灼伤了，右手手背上是有更严重的伤。哦，今天很冷，他还穿了秋裤，还是一个注意这个保暖的这么一个人。它里面有东西吗？这是啥意思啊？哎，他的脚上有那什么油漆，是，只有一只脚有。对，这只就没有。你看，哎，电源线。哦，真的哎，这根线它是连到，这根线是这个灯的线。哎，咱们把这根线捋一捋。它是在这儿，灯的线折断了。是，本来应该往上走的。它是掉下来了吗？那应该本来在这上边，你看这边已经是断掉了，那边断掉了。看看，肯定，这个木头断了。是。哎，有啥吗？这里一颗子弹，子弹打断的。
但他手上这个，他是连电了吗？哎，弹壳。哎，那还有一颗子弹，哎，2颗子弹，看见没有？是。哎，那另外一颗打在哪？大瑞奇。我对钱不感兴趣，钱对我很感兴趣。哥们儿实在太有钱了。这是一本关于商界传奇的自传回忆录，关于他精彩纷呈的人生，关于他时刻保持电量加满的秘密，关于他所涉足的各种领域：房产、酒店、外星人电解质水。是他，就是他，开创风靡西辉市的电解质饮料产业，打造爆款产品外星人电解质水，拥有源源不断的外星商业灵感。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说的我都渴呢。夜空之星纪念船票，大瑞奇 M75年。红衣女子，今天。你好会画啊，大老师，你这个画的真好。是的，而且我画的时候状态更棒。年轻演员丽丽凭借超高人气拔得头筹。丽丽，接辛苦。你认识丽丽吗？我不认识，但是我现在看到了这个人。让我来看看张房间里有什么吧。还挺有钱，还这么多名表，哇！痛心，当红女演员丽丽投海自杀，为爱殉情，愚蠢至极，我又算什么？哇，小提琴手的感情很丰富。这里会有东西吗？哟，这怎么是湿的？他也从海里上来的吗？哇，这啥意思？这怎么有个洞啊？这是中枪了吗？我要去占星夫妇的卧室。看看有什么，床头柜有点什么东西吧？一般好东西都会藏在床头柜里。哦，没有。哇，一生只爱一个人，真心系列。哇，全是珠宝哎！哇，它有好多珠宝，它真的有好多珠宝。记本。他超爱，我只做他唯一的教练。妈呀，他们结婚了。哎，夜空之心企划书，企划人是甄保罗。这是我们姨姨的家啊。哇，这能挤出个屁来呀！手绢里头有什么？
变脸。这有什么蹊跷吗？没有吧？拍个吧，好看，艺术品。哦，这里也有东西，什么东西？哦，遗嘱，全是你前老公啊？前功尽弃，哦。这妞可够丧的，哇！灰闺女举办了盛大的结婚典礼，我觉得姨蛮神秘，蛮好玩的。哇塞！哎，小提琴这里有1亿的精油哎。哎，欣，哎，看大瑞奇这屋也是同款吗？哇，你们这些男人，哇！要不我们怎么成油腻呢？得推出来呀！这些男人真的是合不累。红色高跟鞋是只有1只。湿的衣服还在滴水。内部跳，嘉宾们集合上船，确认目标，动手。哎，发现了一把香，一个英文。哇哦，这有2个弹壳。这枪怎么打呀？怎么开啊？啊，它应该能掰。哦，这下。2发，2发。你的时间只剩最后1分钟。好，1分钟，我要去确认一下我的钻石还在不在。我要去我家看看。百变大侦探，看看我的钻石。倒计时开始，丢了10来了，我的祖传传家宝不见了。7、6、5、4、3、2。老顽固还是拗不过小金兔，心跳早已被我拿捏。获得外星充电机的玩家可继续搜证99秒。 99秒，加油吧！得，我和欣欣先走，走吧，走吧。我要再看一看，不能这么粗心。这么大一箱子什么都没有，哦，这还一盒，哇，这是个收纳狂人啊！怎么那么喜欢收纳？塔罗牌，抻。我这99秒不会就翻牌吧？在这儿 ？No。 时间到，请离开现场。I'm going。第1次集中推理，根据搜集到的线索完成推理。来吧，开始捋吧。已知信息，他们俩是一对儿。这位船上的混子，感觉很花。他就是打小提琴的。1亿呢，就是一个富婆，然后他富豪。 他俩认识吗？认识，聊过天啊。他俩是没关系哈。他说他不认识他。对，
何不累认识他吗？说见过，然后他俩不知道啥关系。对，目前我们分析的已经很完美了。完美。这个开场来看的话，他们的故事一定极其的狗血和复杂，主要是狗血。那来吧，我们开始破案吧。来吧。我们分析了啊，詹姆斯呢就是这船上唯一的一个小提琴家，然后分析不出来任何东西。那我们现在开始一一来说吧。哦，我第一个说，那我来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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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搜的是，我收。你把谁给收了？他就是过来收男人的。我跟你说，这个人，哎呦，来这船上。收谁了？要收谁？我收的是你们几个。我叫你一声名字，你敢答应吗？我搜的是真心夫妇的主卧室。Oh yeah, it's me。首先呢，有一本手工写的那种，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绘本。哦，对，就是那个送给那种心爱的人的那种。手账。对对对对对。一看你就没动过真情，你对这东西不熟悉啊。这本呢是他们两个的 CP 粉，给他们两个做的，他们两个是有 CP 粉的。这个首页啊是那个他超爱。然后上面有一句是重点，我只做他唯一的教练。她的老公不是那个打那个斯洛克，对对对，承诺她说我只做你唯一的教练。然后呢，后面这个都是一些秀恩爱的，有的没的的啊，这个好像也不是很重要。秀恩爱死得坏。然后呢，有一个日期写的他们结婚了，结婚的那一天是97年的2月28日。今年是100年，所以是3年前。也正是今天，对吗？啊，我讲一下我的爱情故事啊。因为我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孩子，我爸从小就把我当成继承人去培养，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也没有遇到过什么我心动的男生。直到有一天我参加一个聚会，哇，那聚会太无聊了，但是我穿越人海，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哇，在那里打斯洛克，哇，一杆击中，打进了你的心里。然后整个一个大回眸，跟我四目相对，我说哇，这就是爱情。然后他也穿越人海走到我旁边说：“你想学斯洛克吗？”从那一天我就学会了打斯洛克。他这个身份一讲就特别浪漫，但是我刚才想的全都是那种台球厅里面那个小痞子。富家少女从来没见过老百姓，知道吧？就是老百姓窝里够帅的，放荡不羁，没见过百姓。然后呢，我人生有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找到了爱情，我就要主动出击啊！然后我就去找他，但是他就不同意。他说不行，你们家太有钱了，我们两个这个地位啊。他只是个普通人。对，他就是个普通人。他说我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我自卑。我说你不用自卑，不要怕，不要怕，有我在，我们就坦坦荡荡的就把这个爱情，把它一整个激发出来。所以在2月28号，我们俩就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婚礼。结果你说怎么着歪打正着，我就是有这个经商的命。我们一结婚呀，就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追捧，然后我们就有了 CP 粉，所以我是拥有 CP 粉的人。哦，是这样子。对。哦。好，我们现在分享第2条线索，心跳跟她老公的聊天记录。上看看，哦，手机。是99年的6月1号，宝宝，对不起，这2天对你冷漠，是因为一直在为开店的事情发愁。为了配得上你，我想开连锁斯诺克馆，但是资金不够，对不起，是我没有用。然后心跳这个恋爱脑说了，宝宝，我不允许你这样说自己，你热爱自己的事业，我当然要全力支持啦。然后马上给他转了500万吸回笔。
姓甄的这个够会圈钱呐。哪一天？99年6月1日，儿童节。哦，而且还这一天装可怜吃软饭，哇，好想吃。然后她老公又开始客气了，说：“哎呀，宝宝，我是男人，这钱我不能收。”心跳说：“宝宝，我们是一家人，不然你就当我投资这家店啦。”99年的11月15日，她老公又来找她要钱了，说：“宝宝老板，最近店里资金周转不开，不好意思，是我没用。”心跳一转眼又转了500万西汇币，真有钱。说：“没事，宝宝，我都懂，要注意身体哦。”然后就是100年的1月11日，她老公又来找她借钱了，说最近店里宣传需要费用，可以。心跳大手一挥，又转了300万西汇币。等于这半年没见面，净那个发微信聊天了是吧？没有，当面说不就完了吗？哎呀，这种事儿当面说还多少有点尴尬嘛。哦，就得隔着这个他的文字自尊心。对，男人嘛都是有一些自尊的。还是你懂男人，然后1月30日，他又管他来要钱了，说上次的费用不太够，然后心跳又转了他200万西汇币。他干啥的？再发信息呢，就是100年的2月1日，说宝宝老板，我这回店里想邀请明星球员，又需要一笔费用。哎，32不才给过吗？然后心跳就没有回了，为什么？但最后一次为什么没有给？是因为我爸爸去世了，因为我是我们家的唯一的这个继承人。对，那段时间不是我不回他，确实是公司太忙了。下面的这一个来自于99年的11月14日。哦，这个是心跳的电脑。我在新的电脑里面发现的一个账号给新发了邮件，她老公正在教别人打台球，而且不止一个女生。就是他之前承诺过她，我只当你的教练，所以新已经发现了他教过别的女生打台球。哦，这个事情啊，我是这样理解的。当然，他教台球，他没有办法呀。不是，因为他他了呀。对，你懂。你怎么也是厉害脑呢？侦探，你清醒一点。侦探，你太懂我的心情了，因为你说他干这个工作，对吧？难免会有人来学，你来学你就得教啊。而且呢，他又说他这个客户啊，一般都喜欢吃辣。吃辣呢，他就不得不找一堆喜欢吃辣的辣妹子在他的会所里。那辣妹子都在的话，难免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才艺展示环节，这我都理解。那我就觉得给我发邮件这个人居心叵测，扰乱我的婚姻，怎么能这样呢？他给我发这个，他什么意思？他就是不想让我好过。他给你提出什么要求了吗？管他要钱了，3000万西汇币。3000万呀，哇！然后新给那个人回了一个滚。真刚，你给他回滚还能买回来吗？我给他回完滚之后，我又觉得为了我的家族这个公司的事儿别闹大，我还是把这个照片就给他买断了，就说你别到处说了。哇，那边说财源滚滚啊，就是给你直接来了那么多钱呀。他给他花了很多钱，这都花了1500万，又花了一个3000万买照片。对，没有稳定住一个大局，小意思。有那么多钱买个脑子吧，要不然。好，我再捶你一下。好。哎呀，我们今天来这儿都是为了庆祝他们的结婚3周年嘛，大家一起去看什么爱情史啊。但是我在他们的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份企划书，叫做《夜空之心企划书》，企划人是甄宝罗。这次行程的安排呢，他们就是想借助这一次3周年的这个纪念日，来推出他们的夜空之心系列珠宝。说白了就炒作。对，然后提升真心 CP 在国际的知名度。夜空之心，我们今天准备看的是1颗，但是他们准备拿这个造势做出一些周边的珠宝，然后再卖给大家。赚大钱在。对，其实想来赚钱的，其实不是这么单纯的，就是想给他们搞一个3周年的爱情派对的。
确实我们是这样的啊，就是纪念爱情也是纪念爱情，但是呢，如果能同时再盈利一把，那我们也是不排斥的。所以我老公呢给我递了这个企划案，因为我爸爸以前呀在公司最开始的时候，他也有过这么一次这个经营，也是有这么一个轮船的航线，当时又推出了这个夜空之星系列。那我们呢就想效仿一下整个二代，哎，就再来一轮，它增加它那故事价值啊。炒作4家。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在一个你床头的台灯里面发现的一把钥匙。哦，仅此一把。这个就是装我这个夜空之星的盒子那个钥匙，我把这个夜空之星装到一个盒子里了，然后把这个盒子呢放到保险柜里了。哦，我确实看到保险柜了。但是呢，侦探我要提供一个，刚刚我去搜证的时候，夜空之星不见了。又丢了？对，哎，怎么叫又丢了？哎，此话怎讲，这位美丽的少女？侦探，我冤枉啊！他为什么有？他为什么今天就有点茶茶的？不知道为什么。侦探，我冤枉啊！侦探。因为我是在船上的时候，别紧张，别紧张，没事。因为我在船上的时候，那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拉警报了，你老公报警说戒指丢了。是在我们上船之后的第2天，也就是25号那一天的9点钟，船上响起警报，然后是珍保罗报的案，说有人去了他们的房间，饭都乱七八糟，然后他说还好他的那个夜空之星藏得深，对对对，没有丢掉，所以我才说又丢了，抓不住我把柄，我也跟侦探说一下，就是因为当时新在打开这个保险柜检查他这颗夜空之星在不在的时候，我和大在旁边进行了围观。然后当发现这颗夜空之星不在的时候，新好像感觉比先生走要难过一些。因为它贵呀，那都是钱呐。因为它贵呀。我太理解你了。懂你那个痛，共情了是吧？共情了，共情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很多悲伤呢是走内的。哎呀，说吧，我老公去世了。很多悲伤是走外的。那夜空之星是走外的。我老公的去世，我才真正的走内，但是我这些内我只后半件，可能过半个月才会碎。我独吞。啊，懂了。因为我们这个结婚纪念日庆祝而来。我还是要强撑一下，就还是想卖这个夜空之星，不是，舍得把东西卖出去，人死不死不重要，就是这 CP 我得撑下去。对对对，强大、美丽又破碎，美强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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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就是我在他的衣架上发现了一个牌子。反过来写的是防雷电款白色橡胶雨衣，其实就是死者身上穿的那个白色的雨袍。这个我真不知道，这可能就是我老公衣服，我也没注意。哦，这说明他的那个雨衣是防雷电的。对，说明他肯定不是被雷劈死的。他肯定不是被雷劈死，被雷劈死的脑袋就是应该不是这样的吧？他应该浑身都焦了。他只有手焦。肯定是我们中间有凶手。可能我们中间有人能控制雷吧？哇，雷神！那就是 play 就是他呀，他是 play 雷的。我叫 play 雷，我雷死你！我这词儿可老了，哇，好雷人的。我去的是大瑞奇的房间。大瑞奇的故事应该有无限的反转。我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大瑞奇已经到了可以写回忆录的年龄。真的
假的？哥们儿什么都记不住啊，一天回忆一天。今年出版了一本由郝慧写为他写的回忆录啊，好会写。这本回忆录的名字叫《借大事，成大事》。哇哦，成功人士。哎，你看看机场可以买到啊，各个机场可以买到。回忆录要1本过。那接下来呢，就有关于他的一些介绍，讲到了他精彩纷呈的人生。是，重点是对他的定义是，他是财富 N 代，大 rich， 富 N 代啊，等于他不是自己白手起家，就一直很有钱。我是不是就超级富豪？哦，老钱。如果说有2个选项 ，A 是有钱 ，B 是一般，我就是不是 B 的 A。好，不是一般的有钱。哦。然后呢，他因为有钱之后呢，他就会开一些讲座。讲座。哦。他说：“我希望每个人年轻人都知道，钱多钱少不重要，别人灌鸡汤，我喝外星人。你看看，就是外星人对于他这个角色这么的支持，我这一票也不会投给他啊。是哦，要不说您懂事儿呢，还是你有合作是吧？得嘞，行。但是呢，接下来就大反转了。他有一个旧的钱包。”钱包打开了以后，里面有一张照片，是折在这个钱包里面的，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来自木材厂的一张照片，里面呢中间就有一个穿着这种安全马甲的这么一个工人，然后写的是这个新员工入场。那照片是有我妈我爸那2个人。你不富 N 代吗？你撒谎啊！到底哪个才是你真实的人生呢？咱就是说，人不可能一出生就55岁，对不对？我以前穷的是扰民，因为穷的叮当响。我靠我自个儿奋斗嘛。但是呢，我要有我自己的一些设定，这样，我后来拿钱挣钱才能让富人相信我，是这样一个道理。啊，草根的话怕别人瞧不起他。对，所以他就是自己吹嘘自己，因为我得融入他们呀，对不对？然后今天。他来这个船上，我觉得，主要是为你老公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他和你老公的信息的聊天，那个手机大呢，就直接发给了珍保罗一个大手大脚赌场的欠费单。她老公赌啊？你老公欠了她1000万，然后呢就必须要她还。我老公欠了你1000万，然后珍保罗说：“懂，大叔叔，再给我宽限几日吧，我找到门路了，一定能够这个凑到钱。”大瑞奇就打了一个问号，问他是什么门路。这个珍保罗就搞了一个斯洛克赌球的认购单，就是这个珍保罗和另外一个人的比赛的赌注。对。然后赌注比例是1000万，就是说他。故意输球，打假球呗，就是他买假球了，自己买自己的假球。然后他就说行，那我再宽限你1周。他说感恩叔叔。然后下一张就是他转了1000万，给大。对。然后下面一篇对话就是大瑞奇对珍保罗说了2个字：还钱啊。然后珍保罗说通融。然后大瑞奇就发了一个这个表情3，然后下一个表情2，下面就珍保罗也转了500万给他。哦，肯定是跟我要的。然后呢，下一个又是这个大手大脚赌场的欠费单，这回是欠了5000万西汇币。又是大瑞奇发给他的，他说：“大叔叔，你知道我的，再给我1首歌的时间。”你看看你老公在外头。
我这辛辛苦苦的炒作呀什么的钱全炒你那儿去了。也别说炒我这儿，我没招他来，他自个儿来过来赌的呀，我没勾引他呀。这话确实也是了，因为今天我们那个遇见的时候，他还冲我老公说了一句呸呢，对，态度很不好。哎，他跟你老公的聊天记录的背景就是呸。难怪了。后面呢，就找到了一张西辉名人报，在73年的西辉名人报上，西辉剧团新任花旦新鲜出炉，年轻演员丽丽凭借超高人气拔得头筹。我跟你说，就这个丽丽，哎呦，唱歌唱得非常好，我跟她当时在一块儿玩得特别开心。那个哪年？那是哪年的事儿？那是在 M63年。但是呢，他其实家里头希望他能够以后成为一个特别厉害的歌唱家，或者是说名流。我只是一个街头的这种街头帅哥，对，街头帅哥，街头帅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街头帅哥。帅哥还有街头帅，就大这个自我介绍谦虚当中带着一些狂妄。对对对。然后呢，他父母找我，就说：“你看我闺女以后肯定得飞黄腾达，您呢给你一笔钱，也没有给我笔钱，就劝我，就是劝我纯劝呢，说你也配不上他，对不对？你就差不多得了哈。啥也没给，纯给你劝跑了。他虽然没给我，架不住咱们哥们懂事儿啊，我听明白了。我说对，你闺女以后就是飞黄腾达，我接受了他父母的说法，然后我就跟那姑娘说，我以后就不再会联系你了，我就是舍身取义了，好吗？就是说等于是类似成全了，对，成全了，说您以后可能得好好发展。然后呢，这里面还有大瑞奇的亲笔的对这个报纸的批注，叫“我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这个事情，他小时候，他妈妈跟他说，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大歌星，然后果然他后来成为大歌星了。我后来靠自个儿创业，我也算有点小钱，我为他而高兴，纯的高兴。啊，顶峰相见了。可是你最后还是没有放过他，你还在纠缠。啊？因为他房间里面有夜空之星晚宴专属定制航线的纪念船票，乘船人大瑞奇，然后呢，乘船日期是 M75年的2月23日，居中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女生是丽丽，穿着标识性的红裙子。对对对，旁边就有你，对，有我，还有谁？还有一个谁是您爸爸？辛爸，我爸爸在。阿卡喷达辛爸也来了啊！当时因为我算是小的一点财富的一个人，然后那个珠宝大亨新世集团的老板辛爸邀请了我参加夜空之星的晚宴，因为当天晚上就要展示的是这个夜空之星这个钻石。因为丽丽是一个歌星，社会名流，所以说让她来展示一下。你们俩又碰巧遇到了。对。当天晚上，这位我们这丽丽戴上那个戒指，展示完了之后，哎，她就死了。然后呢，都跟我们说她是殉情。我们这帮人听见的传闻就是说，虽然这东西是特别厉害，但是呢，它有这个诅咒的命运，但凡带着它就会被诅咒。但是我听到的是，它代表着至死不渝的爱情。为什么它至死不渝呢？因为它致死啊！因为它致死啊！它的那个致是不是直到死，它会致死。不渝就是别人说渝不住它，我一停不行，它就奔着死去。渝悬崖勒马勒不住它，至死不渝，你知道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呢，在他的房间里面有一个画册，画的都是同一个内容，就是一个红衣女子站在船头，这是85年的、90年的、95年的，一直没有脸哦。100年的今年的，今年是干脆没有回头。它有一点点像那个竹针的漫画一样，这样慢慢的回过头去了。是的。
有没有记忆逐渐消失的感觉？对，越转越背忘记他的脸了，是不是？还有最后一张不是在画册上的，是直接在我们大瑞奇的房间里面的。这张画画的非常的美，连日子都写好了，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啊！这次出现了这张脸，丽丽啊，应该就是丽丽，对。什么时候画的呀？几点啊？我下午画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张画不是在甲板上，而是在海里往下坠。哦，穿着红衣。其实他怎么能画出来他在水里的照片？对，就因为你画这一幕肯定是在脑海里有印象，你不可能脑补，除非是75年的时候你跟着丽丽一起下去了，或者是当时你看到他沉下去了，就是你有这个记忆。然后呢，我找到了西辉市第一医院的病历本。大瑞奇得了什么病啊？是在85年，他就已经诊断了有失忆和认知障碍。哦，他有发病的时候将混淆自身记忆与当下现实。就他发病的时候是分不清这是我脑海当中的记忆还是现在真实发生的。并且他会在清醒之后失去所有病发时的记忆。同时呢，建议在发病的时候啊，使用如录音笔等辅助工具，及时记录来补充记忆缺失。这个是85年的时候，我40岁，我这个突然间脑就坏了，我开始短暂的失忆，然后每次在我昏迷这段阶段。我得记录一下，但是有时候录的是空白的，有时候可能说些胡话。你发病的时候会晕倒是吗？啊，对。哦，所以你今天可能发过病。嗯。因为今天12点到下午2点的时候，大家应该都在那个甲板上参加我们3周年的仪式。当时是夜空之星被拿出来。然后珍保罗给辛戴上了这个夜空之星，大瑞奇突然大叫着冲过去抢这个夜空之星啊，就被我和张拦住了，然后他就晕倒。发病的时候将混淆自身记忆与当下现实。丽丽穿着标识性的红裙子，她就认知错乱了。对。他认错了，因为他看清楚一个红衣服，又看清当年那个人，又看清夜空之星了，他以为他是丽丽。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以为他扑向的是夜空之星，其实他扑向的是穿红衣服的丽丽。然后他虽然有这个深情人设，但是这个男人。怎么了？在他房间里有一个1亿的专属精油，就是做 SPA 用的精油，用完了的。好用吗？好用吗？秃噜皮了，一瓶30毫升，30毫升。我跟你说啊，这个1亿啊，它是个那个来劲的，你知道吧？就是说啥东西？来劲来，就很来劲呐。这个女人啊，就是说2月25号，这姨呀晚上8点的时候，她就带着她这薰衣草精油敲我门，说我有黑眼圈然后说我肯定睡不好。然后后来我说那干嘛呀？她说我给你推个被吧。就是上来就推背呀，那谁知道呢？先来着呗，然后就推呗，然后从我这儿是吧？大冬天动手动脚，然后别在这诬陷我，没有诬陷啊，你说说本官审判一下。他推的我特别的那个就是糊弄事儿，就是当时推2下就走了啊。
然后我孤零零的躺在床上心思，现在年轻人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所以丽丽对你来说到底算个什么呢？丽丽，过客。他是只推了背，还是前面也给你按了？哎，就这么说吧，我说了，他已经看见我的前胸跟后背了，他就随意的推了一下，所以他其实目的只是为了要见你的身体。我就知道。反正他就是要找一些特征，对对吧？嗯。他是想找背上有7颗痣的男人，背上有7颗痣。我就只搜到了这些。好嘞，谢谢，谢谢。我这个更能帮你梳理，因为他这精油这事儿就说明白了。这女的呀，人间尤物。这女的是个游子，海外游子，在海上的一个游子。咱们先看第一张，有好多男的给他打过钱啊。曹吉好跟这个聚友品，这个是我的2任老公，但是这2个男的都已经走了，2个人是遗嘱给了他了。有一位叫做曹吉好，他把他名下这个6000万钱全给了他妻子，这个1个亿。然后那边那男的叫聚友品，给他4000万，加一块儿正好是1个亿，所以我叫1亿。哦，这么来的，凑出来的。就是说男人都给他留遗产啊。我结过2次婚，然后2个老公都死了。是正常的老死的，还是？不是老，他们没有那么老。那为什么会2个老公都死了呢？第一个是怎么死的？因为他是那个医生，工作强度过高，猝死了。哦，累死的啊。第二个呢？车祸意外去世。都是意外。然后他们死了之后就把钱给我了，反正就跟我没关系。然后呢，他在2月24号的时候，上面写的要摸清几个男人。2月24号是上传的第一天。2月25号8点钟去我那儿了，大瑞奇打了个叉子，他去推油去了，推完油了打了个叉子。2月26号21点的时候去詹姆斯那儿，一看是推完油了，打了个叉子。哦，您也给他推过油，对不对？他不光推完油，他这油基本上还用完了嘞。还用完了。对。私人定制精油1亿，哇塞！小提琴这里有1亿的精油哎。然后到您了啊，到您了。您听完之后就是放我过山车。2月27号17点去何不累那儿，哎，画了个星星。是没推成的意思，还是重点再推？他那个把我的精油收下了，然后让我走了。我一把就把他推开了。然后把精油留下了，精油留下了。不是你不接受就不接受，你扣人东西干嘛？因为他盯着我的胸看。他穿着浴袍，但是明显感觉他胸前有什么东西，他不想让我看到。哦。然后21点到您老公这儿。哎，推成了。27号到我老公那儿推成了。对。他你也来看一看。您怎么每天有一个 KPI 吗？必须得推一个。就是说他摸清我们几个男人嘛，然后他没推成，剩下3个都推成了啊。您说说。
就是我其实来这个船上的主要目的，就想给他带点福利，让大孩子背松快松快。其实我来这个船上是想来找我的第3任老公的。然后呢，我就跟各位都接触了一下，然后我发现这个大呀，还有张啊，还有真啊，都跟我的气场不合。然后呢，我就想再试试和，但是和呢，我暂时还没有接触到他，所以我就不知道气场合不合，所以给他打了个星号。气场是要推出来的，通过推油判断是吗？但是咱们也不要小看他，因为他这个所谓的推油啊，是真的练过的。哇，他这东西，哎呦喂，嗨，他以前在这个康 SPA 理疗中心啊，是高级理疗师，每天推18个小时的油啊，技艺精湛，经验丰富。就是说，您之前就是专注于推油，这推了好多年了，是吧？你就是这样，是不是？好嘞，行。你到底是纯爱战士还是那个人间尤物？人间尤物，纯油战士，人间尤物，还向我嘟嘴。我都推过油了，我还怕你嘟嘴，嘟它有什么用？我当时琢磨，这年轻人有点意思。我在原地，你想一老头，然后在那儿光着膀子，然后被推完之后，孤零零的站在车上。年轻人有点意思啊，推一半就走了，在这儿。对，这画面有点意思啊。然后刚才您那个猜想是非常对的，就是说他身上可能在找一个有痣啊什么类似这样一个人。哦，他是想找背上有7颗痣的男人。因为他有一个签儿，抽签儿抽出来一个第9签儿，风雪胸有大志，有吉日密郎君，就是说会有郎君，胸有大志，虚弱骨，他估计是推油看谁胸有大志。哦，所以今天您真命天子就是看胸。因为我没有爸爸妈妈。同学就总都欺负我。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咖啡厅打工，然后那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男生，我就觉得哇，我遇到真爱了。然后只有他不欺负我，然后我们2个就在一起了。他就跟我说，那我们攒钱买房子吧，买完房子我们就结婚。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在咖啡店打工的钱并不够我们买房子结婚的，然后我就去学了理疗推拿，用这个赚钱。我每次赚到的钱都会打给这个男生。哇！直到我打给他最后一笔钱的时候，这个人消失了，他就不在我身边了，然后拿着我的钱跑了。所以这样呢，我确实是有了这个理疗资格证。从那以后，我就算是以这个为生吧。那个男生呢，把我的钱骗走了之后呢，我就上网发现他就把我给拉黑了。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弹出来一个弹窗，那个弹窗上写的呢“百试百灵线上抽卡”。我就问那个大师，可以帮我算一算吗？那个大师就说，你最近啊什么身边有厄运啊，然后呢，他告诉我怎么样可以厄运消散，我就相信他了，然后就按照他说的做，我就遇到了我的第1任丈夫。我就问这个大师，我可以嫁给他吗？大师说这个人很好，你可以嫁给他，我就嫁给他了。没想到我就过得很幸福。所以呢，我就很相信这个大师，以后不管出了什么事情，我都会去线上问一下这个大师。因为我的第1任老公死了之后呢，我就很难过，然后我就去找这个大师，我说那我还会再结婚，还会再有家庭吗？这个时候大师就消失了，不在了。但是大师他消失的时候给我寄了一套卡，说以后你可以自己练习学这个卡。在他的屋里发现了一副牌，然后呢，我就自己算出了，我找到了第2任老公。这时候大师又出来了，我又问大师，大师说这个人也可以嫁，我就嫁给了我的第2任老公，嫁给第2任老公过得也很幸福。然后呢，我第2任老公又死了，又死了之后呢，我又去找大师，大师就消失了，又不见了。你这个大师
听起来很靠谱又很不靠谱。对，而且他也不要钱，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要钱还送一副牌。对。然后该想问的时候就出现，人死了就消失。然后我就自己算，我什么时候能找到我的第3任老公？然后这个牌呢，就给我算出了一行诗。诗里面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你的第3任丈夫跟雪峰有关系，还提示我了说胸有大志者。所以我为什么找你们推油，就是想看看你们胸上谁有大志，就是我的那个老公。哦。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能不能找大师算一下本案的凶手？大师不在，大师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大师忙去了。哎，到您这儿了。哎，又到我了。对，因为他又算出来一个特别狠的，他说这甄保罗是要杀何不累吗？算出来的。为啥呀？这您得让他解释解释啊。因为我第1天上船的时候，我就找了甄，我说给他算一下，当时你也在场，我说让他抽张牌，对，算出了他有血光之灾，对吧？对。就在2月25号那一天，大概是在8点15，我拿着精油去找大给他推油的时候，在我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了何在甄的门口鬼鬼祟祟的。我就怀疑他是不是要去偷他的夜空之心。你保是他偷的？没，不是啊。我跟夜空之心毫无关系。我是那个25号的时候8点15去了他们的房间，偷偷摸摸在门口干嘛？就想了解一些事情。然后9点的时候呢，就响起了警铃。这时候甄就报案了，说他的那个什么夜空之心丢了。我就怀疑是不是何偷的。但是甄又说，哎，我的夜空之心找到了，并没有丢。所以呢，我就知道了不是何偷的。我知道了，你去偷偷摸摸的看甄的房间门口，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还想偷他的那个宝石？我怕甄一旦知道了这个事情，会想要杀了你。所以我才会觉得甄是不是要杀了何？因为血光之灾不代表着是甄他自己会死，也可能是他杀别人。哦，你是这么推断？因为这个船上只有你还没有让我看过身体，我一直觉得你是我的真命天子，所以我很想保护你。这动机就是保护何？我只是担心他被杀。那我们来说一说何不累。这个人啊，玩挺花，这不是挺 BT 的啊。他的衣柜下边鞋柜全都是女士的高跟鞋。哦，啊，爱偷鞋，偷鞋。这里边有一双红色高跟鞋，只有一只。这是谁的鞋呀？你有丢鞋吗？不知道啊。你的呀？我的鞋？怎么鞋也拿？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又不是偷的，你都在场呀。哦，对，但是我不是让你扔了吗？多么恶心的故事，来让我听听。我第1天看到欣欣的时候，她在人群当中独自美丽啊，我呢就是为她心动。但是我很少看到她跟先生在一起，不然的话我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鞋。于是我就靠近她说，想一起跳个舞吗？跟她跳舞的时候，其实是我第1次跟女性这么近距离的舞蹈。不可能！她就问我，你跳得很好哎，你跳了很多年吗？我就说不，我也是刚刚学的。然后我嘴角扬起了一个很好看的角度。哎呦我的妈呀！在这个时候，他崴了一下脚，脚上的高跟鞋断了一只，我就说我抱你回去吧，他就拒绝。哎呦喂！
这时候我就把断了的那个高跟鞋扔到海里去了啊，就必须要抱了。于是我就把他抱回了他的房间，然后他就说那只鞋你就帮我扔了吧，因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纪念。我想了想，还没舍得扔。关键人家还有家。对呀，人家还有老公。第二天呢是这样的。这完了怎么办？救命！救命！救命！你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这听你讲觉得羞耻，感觉好好奇啊。第二天我就跟着他去了甲板，就看到他呢依靠着这个栏杆上喝着那个上头水，然后我过去的时候，他一回头跟我撞个满怀，然后那个上头水的瓶子砸在地上就碎了，他就很慌乱地说不好意思。我知道他会法语。于是我就用我低沉的气泡音对他说了一句 "没变性 Sunday"， 好吓人啊！这个角度，他痞帅没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辛女士干杯。然后我的法语和我的幽默，我相信应该打动了他。此时我的内心是哇哦，还会法语，有点意思，有点意思。你俩真是一对儿啊！你俩真哎。我就跟他说，Monsieur和，即使危险，你也要靠近吗？我可是 Madame 辛 ，Madame 就是已婚女性啊，你这是在玩火。好恶心啊！别吐了，这么多大风大浪我们都过来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想知道怎么灭火吗？然后我就抱着他一起跳到了海里。刚跳下去的那个失重感让我们瞬间有些窒息，那个冰冷的海水一下子把我们浸没了，但是很快你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就更热了。这个时候他又对我说了一句话，来，在水里啊，在水里说的。他说冻得很，然后说什么？本以为海水又来这个，这可吓人。本以为海水可以灭火，没有想到火烧得更旺。哎呦喂！然后呢，就从后面的这个绳梯上了船。下水的时候，他把鞋脱在了这个船头那个甲板了。之后我就折返回去，把他留在甲板上的那双鞋捡起来了。听完他刚才的讲述，再结合下面要说的证据，我只能对何不累说一声：干嘛？他就是为了钱，对吧？他根本就不是说怦然心动，这一切都是他的设计。你认为他是你遇到的一个奇遇，但在他看来，你只是他接的一个单。他们这个组织的 logo 是一个是 K， 一个是 M。KM 是什么？他首先收集了这边的资料，你个人的爱好里面包括有擅长跳舞、热爱浪漫、常去法国旅游、内心喜欢冒险和刺激但没有勇气尝试、震惊、习惯在傍晚时分小酌。哦，他都知道。根据你的习惯，他设定了他的行程安排。第一天，所有嘉宾们集合上船，他圈了一个确认目标。第一天看到欣欣的时候，她在人群当中独自美丽。第一天要办另外一件事呢，举办欢迎派对，派对上画了一个圈，写着用舞姿奠定好感，就是跳舞那一下。第二天体验极致的浪漫与刺激。跳海也是故意的，我以为那只是个美丽的意外。所有都设计好了，绝对不能让你有意外。然后第5天，他写的是珍宝罗为新戴上家族传家宝石夜空之心时动手。动手？动手什么呢？你也是图我的钱是吗？他要的不是你的钱。
他要的是你的命，这是一个杀手组织。有一个大杀手，一个小杀手，抱着盆栽。里面还有一个项链，项链是一个蛋壳，蛋壳上面刻着河。我也是没有父母，从小就是在西辉市的贫民窟长大。但是呢，我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懂得讨好别人和观察别人的，学习能力也特别强，所以我特别擅长于去模仿各种人。我13岁的时候有一个杀手，这个人叫任可丁。任可丁就河嘛。然后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干？然后我就成为了他的徒弟。我们这个组织呢，叫做 Killer Master。哦。加入了这个组织之后呢，我也在。呦，要看了，要看你的真命天子，你的真命天子。啊，我看。大忌啊！你的真命天子。大志啊，胸怀大志，这么大的志，这不是志吧？这是啥呀？就是我们这个组织的 logo。心其实是组织接到了一个匿名的客户，就是要求我们在夜空之星交给心之后杀掉他。为什么要交给他之我不知道后杀，掉？这是给我们的指令。要强化这个夜空之心的商业价值。对，因为这样不就又至死不渝了吗？就一带上就死。而且点名要我去接这个单，但是我师傅不让，我从来没有接近过女性客户。他说你才20，可能把持不住。确实是没把持住。我说我不可能一辈子不做女性单啊。女性单。你做甄子丹差不多了，你做什么女性单？我就偷偷的瞒着师傅接了这一单。OK。然后呢，我就接到了就是客户发给我的内部传票，还有他的一些资料，然后我就来了。因为你这个票上写了一个什么内部什么内部券，对，就是我所说的头彩就是指这个。那最终是不是你还要把他的人命给弄没了呀？我想到的办法其实就是很浪漫的带他再去挑水。直接给他淹死了。你刚才说如果是客户提供的话，那我觉得客户是谁就很明显了。对吧？因为这么了解他的习惯。这个一个在垫子上面写着一个尽快动手。这是谁给你写的还是自己写的？真保罗给我的。我今天19点10分是我在1楼宴会厅喝上头水的时候，真过来说喝一杯吧。然后拿起上头水的时候，我就发现下面写了4个字“尽快动手”，我就知道了我的客户是真保罗。为什么要告诉我？我不能留一个美好的念想。你自个儿想不明白吗？我想不明白。还有一个万能房卡。第2天的时候，也就是25号，我内心对于这个我的目标人物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感觉，我就有点好奇这个女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就想办法弄到房间。8点1刻的时候，我就跑到他们房间想去看一看。我看到他电脑里那个有人勒索他的那个，告诉他你老公在外面偷吃。那会儿我还不知道是她老公雇的我。我当时想啊，不是我想象的神仙眷侣啊，这个女生原来也有这样的被人勒索、很辛苦的一面。我想跟她说，你可以有不一样的人对待你。我遇到了爱情，我终于遇到了爱情。
遇到了爱情。他真的爱上你了。是他在挣扎。他的桌子下面写了一个 M100年2月28日你已溺亡。你是不是以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我今天看到他，我特别高兴。是你，是你，是你。难怪你一直拉着我转圈。对，我只觉得他已经死掉了。你把我推下去的。我看到你掉下去，而且我下去救你。谁给他踢下去的？是有人动手了。你们在水下应该是遇到了一些意外。还有一个自动救生衣，遇水1秒可快速充气，浮力超大超安全，也是湿的。你那套换下的湿西装上有弹孔，他的后背中枪了。啊？左肩。左肩。他跟我约了9点钟约会。对。然后我就开始出来往甲板那走，虽然很暗，但是因为你穿的红衣服太显眼了，我就看到你掉下去了，还有一声枪响。对。而且重点是，我不知道是谁打的他，但是他在喊宝石不在我身上，别杀我。对对。因为后面有一个人让我交出宝石嘛。谁呢？那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因为太黑了嘛，我也不敢回头。是老公的声音吗？不是。我就马上跑过去，可是我刚接近那个位置，我就中了一枪，而且这个巨大的冲击力一下就把我扑到了甲板上，我就晕过去了。你不是晕过去了吗？你怎么跳下水救的他呀？我呛水醒来，我在海里醒来。啊，你也得晕下去。幸亏就是我师傅给过我一个自动救生衣，等于下水之后它自动就帮我飘起来，之后我没有淹死。呛醒了之后，我就开始找他，从船头游到船尾，没有看到心。看到心那个照片，我特别难过，就是好像我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我可以跟对方报告，但是我难过的是，我好像第一次有可能会有爱情，还没有开始就结束。开始，现在开始，刚刚好，开始。没得戏。我选和结婚。还是爱上了，哎。这么一船嘛，你们说船尾是指这儿的那个游泳池吗？对对，我从这儿上来。然后你的房间大概是这边的中间那个吗？对，我在这儿。我的动线是，这是船头甲板，这是星星落水的地方，就是死者所在的地儿。对，死者在这儿嘛。对。9点钟约好了之后，我从这儿出来，不就刚好可以看到星星落水吗？是。然后我刚到这个位置，我就被打到地上了。所以呢，凶手应该是枪在这儿打过来的。打到地上之后，我醒来是在水里，在这儿，在船头的水里。因为星星它从这儿掉下来，它不会去这边。所以呢，大概率会在这个位置。我就从船头找到船尾，一直在找。9点半下雨了，开始冷了，受不了了。然后呢，我就从船尾的绳梯上来，回到房间，是21点40。爬上来之后，跑到房间，还好那个弹壳没有就是很深的打进去。对，然后他回去之后自己非常酷的把弹头给取出来了。小小的伤口里挖呀挖呀挖。我房间那个上头水是90度，给自己消了下毒。哇塞，关羽是不是？现在我就很想知道是谁打了我和打了你，因为你老公一定不会找你要夜空之星。对，因为他有钥匙嘛。对啊，所以是谁呢？这个人也是打我的人。
而且这个人的目的未必是杀人，他是要夜空之心。对。到你了，先。到我了，好的，来吧。我去的是詹姆斯的房间。首先，我看到了一个招乐手的招聘启事，他都标注了重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号，他把夜空之心圈起来了，还写了 I'm coming， 这是为什么？冲戒指来的。所以你是冲着夜空之心来的吗？对，我是冲着夜空之心来的。我又发现几卡册啊，这是心语心愿、快乐星球、新火烧，这都是你收集的我们公司的这个宝石的照片。同时，这个卡片里还有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大理的那个画有点相似的。在卡夹里还有转账的支票，是你支付的，转账给了慈善机构，有8000万元整。哇，你也好有钱，好有钱啊！但是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你们那个宝石值钱，你不知道吗？你是个小偷，这些是你偷走的，还有他的，你也偷了他的，你跟我说一声啊！你偷完之后换成钱再去捐了，是这个意思吗？对，我把它做慈善了。不是我们一个人，是我们有一群偷有钱人他们的东西去卖的人。劫富济贫了，对，神偷，燕子李三儿，怪盗基德什么燕子李三儿？你看我穿的像燕子李三儿，李三儿，急了，这件事彻底急了。然后我又发现了你的一个电脑 iPad 里有这个百试百灵的这个系统啊。跟我一个系统，同时呢有非常密切的聊天记录。他的头像是一个莲花吗？就是他。对方是一个眼镜吗？对方，就是你。你能想象他的网聊头像是一个黑框眼镜吗？这样的一个纯爱有误的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渣男吗？我好难哦！我从小寄人篱下，幸好我有流浪猫做朋友，我好想死。他说：“我给你抽张水逆卡吧，记得微笑面对一切，好运自然来。”我来解释一下这个网站吧。好的，第一，我们真的不是什么百试百灵，也不是什么心理咨询。所谓的抽卡只是我们怪盗组织的一个黑话，就是抽卡就是盗贼的接单，在这里面抽一张卡就派一个活儿。然后您是我们这网站上唯一的例外，真把我们当抽卡网站了，真的给你算命。你怎么黑到人家专业的聊天群里去了？因为一般没人信这个，他居然就信了，一般都是点叉子就给。别人一看这种插件，肯定就觉得是坏的，对。美少女又来了，我最近真的有变好了，我遇到了医生，我的第一任老公。我可以勇敢爱一次吗？然后老师就说了，是一张爱情卡，去爱吧。虽然说你是意外闯进来的，但是人家呢还挺有这个责任心的，还主动给你发了信息。我最近业务繁忙，要出差了，我给你寄了命运卡，也认真钻研，还对你很负责。因为我是一个犯罪分子啊，我遇到风声紧的时候，我就要躲一阵儿。
我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玄学杀手，我痛恨一切的玄学，我觉得算命全是假的。就是在我的视角里面，就是这些都是因为人们不够有智慧，然后就是相信这些迷信。就对于相信这些的，我视为笨蛋啊，笨蛋，你小笨蛋啊！但是我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只能用他所理解的方式让你幸福啊。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因为我希望你幸福啊。你为什么希望我幸福啊？就是您例外嘛，您例外嘛，您是例外的小笨蛋。那你最后告诉人家找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是为什么？对啊，那首诗是那个命数卡里边的，对吧？啊，因为我只是想给他说一个特别不好找的人。我在你房间还发现了一张报纸啊，这个是西辉名人报，当红女演员丽丽投海自杀，传她是为爱殉情。对。你在投海自杀和为爱殉情画了圈儿，旁边还写着“愚蠢至极，我又算什么呢？”对，丽丽跟你什么关系？这事儿才是揭秘你的身世吧。我为什么又讨厌玄学又讨厌爱情？没错，你们都不知道丽丽的全名是什么。丽丽她叫丽丽，我的妈呀！丽丽妈呀，她叫哦，是你的妈妈，是我的妈妈。我妈妈的管家告诉我，妈妈给她留了一大笔钱让她照顾我，然后她就自杀了。我只出生才2个月。我就非常痛恨，就是为爱殉情这个东西。就是你俩感情好，你把我当傻了。我才出生2个月你就殉情自杀了，你知道吗？你讨厌搞纯爱这一套？对，我非常讨厌就纯爱战士。哦。然后我又在你这儿看到了这个。这又是什么呀？万能磁粉、胶磁网手套，还有一个类似于听诊器的东西，这是干嘛用的呢？这是用来开你们那个并不怎么高级的保险柜啊，可以消磁，然后我把你们那个磁力锁给打开了。哦，夜空之星在他那儿。我的目的是毁了他，毁了他。因为它不吉利，是这事儿吗？我认为这个传说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我就把它沉海了。你已经把它扔了是吗？今天下午14点15的时候，我就把宝石盒就已经偷出来了。因为我想过程中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东西被盗了，我得把它先找一个地儿脱手了。14点半的时候，我在甲板上趁没人的时候，利用船上的那个锚机把它沉海了。因为马上暴雨天了嘛，我想这个天里边为了船的安全，你们谁也不会去起锚，对，不会去那儿检查。所以就是你要自己跳到海里把它扔掉。因为我在你房间发现了湿的潜水服，他的潜水服这儿呢，我也不知道这是中一枪啊，还是烧焦啊。哦，露个眼儿。20点50的时候，我听到一声雷声，我担心天气会越来越不好，我得尽快去执行我这个任务。这个时候出来是换上了潜水服，
21:05，我在甲板上看到了真穿着白色雨衣。他在拿那个宝石盒，他已经发现了。啊，他发现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发现的。我过去的时候正目击他把那个东西收起来，然后他把宝石盒拿回来了。哦。然后我就跟他打斗起来了，就是争夺这个盒子嘛。我们在争夺的过程中，这个铁盒子贴到我胸口的时候，我们俩被雷给劈了。那劈出一个疤来呀，是心疤。我知道那个是铁质的嘛，然后我为了避免就恶劣天气出现什么，我戴了一个绝缘手套，我就感到一阵麻，然后我看到他躺在地上。他不是有那个雨衣吗？他俩都。鞋是绝缘的吗？是因为它的脚是没有任何灼伤的。如果是我们认为它的鞋是绝缘的话，其实是任何上面的电都通不了，导不到下面的。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声枪响。啊，你也听到枪响？然后没站稳，我就掉到海里了。然后你也掉到海里了。嚯，这海里真热闹，全在底下，全在海里改街剧场那是。那就是第3枪了。新那一枪，我这一枪，他这一枪。3枪那拍案惊奇。哎，你掉下去了之后，那个盒掉哪去了？之后我就在海里游啊游啊游，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就下起了雨。我也是从船尾上的岸，然后我的手套呢，我就直接丢到海里了。我就想回到甲板找宝石盒，我看到宝石盒在甲板上。此时，甲板区域比刚才更暗了，然后吧台那边我看不清。哦，灯已经灭了。我只能借助2楼的房间照出光来。我看到他躺在地上，没了呼吸。我就担心他是不是被雷给劈死的，因为如果被雷给劈死的话，就是跟我就脱不了关系。所以我白说谎了，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他就是不是被劈死的。我就中午12点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甲板上见过。然后我就想赶紧完成我的计划，把宝石盒放回海里。刚好那个钩子在船上，就是等于我把宝石盒子把它挂好之后，脚踩的把它重新下锚了。啊，你上来之后看到那个盒了，又给它扔下去了。所以杀死他的人不是要宝石，就想让他死。对。小何来，我搜的是辛和真他们的客厅。首先是一张照片，就是他们2个非常相爱的结婚照、CP 照。当时应该是很幸福吧？我一直觉得我很幸福。但是呢，在他的那个包包里面有一本册子，这本册子上写的是后半生的保障。就是他认为你是他后半生的保障，因为他吃软饭的嘛。我知道，今天这一切我慢慢消化，已经不震惊了。对。然后呢，他这张纸是婚前保证书，婚前协议。对。
珍宝罗在婚姻期间，他不会参与你的集团的任何产业，包括不干涉你的这些经营决策等等。而且他们一旦离婚了之后，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离的，珍宝罗他都会净身出户。哇，我不知道这个。然后他那张纸的背后，他写了一段字儿：老顽固还是拗不过小金兔，心跳早已被我拿捏。老顽固应该是你爸，可能是我爸爸为了保护我。就是他的爸爸虽然答应了他们的婚事，但是杜绝了一切他把他的财产弄走的可能性。那可是他为什么要杀他呢？如果杀了之后，就不是因为离婚净身出户嘛，可能这个是遗产继承了，他就能拿到他的钱了。也许正是因为签了这份保证书，所以才让他有了这么一个杀心。但是有一个问题，欣欣从来没有克扣过他呀，只是最近这一次有点忙，没有及时给他转。他要多少钱，欣欣都会给他，他为什么要铤而走险杀掉欣欣？但是他也需要5000万啊！我不是逼着他必须得给他钱了吗？主要是可能回复慢，他堵不上他那个时间点了。对，我来给他这个。对，3，就是这个。然后真有病，你知道吗？啊？他就是有病啊！他干这么多事儿，他没病。他有大病，他有丧心病狂病。他在吃一种叫做整形维生素。什么？什么意思？就是他有些时候不太行。哦。吃了之后就很行。是这个意思吗？这个他是每天晚上9点准时吃，但是今天9点这个药还在。应该是9点他有急事儿，应该是9点之前他没来得及回去。他没在那吧？然后发现了他有个电脑，这个电脑应该是他的。他在里面有一个网页，他找了一个小恶魔，就是你。对，我绰号叫小恶魔。这个小恶魔的特色就是擅长以不同的身份接近目标，杀人于无形，但是不擅长近身肉搏。这个任可丁啊，是世界排名第1的杀手，我呢是世界排名第2。有人杀人用刀，我杀人用媚眼。我是属于那种百变又迷人的反派。行。然后呢，在电脑上还有另外一个记录，他跟一个买家在 M100年2月10号的时候问他说：“你要高价收购夜空之星？”我老公发的。他想把这个夜空之星卖给别人。啊？这里有一个交货的时间点，是3月1号，也就是明天。就是他今天必须要拿到这个夜空之星。那我想请问，他如果真的卖掉了这个戒指，他怎么解释他的太太死了之后，戒指又流通到市面上了呢？他可以说这个可能被偷了，咋地？几天前不是响那个警铃了吗？哦，他会撒谎说他太太坠海了，戒指被偷了，但事实上是他把戒指拿走了。对啊。他是想用这个预言把你杀死。哦。他这样他就不用负责任了，所以他说必须要把这个戒指给你戴上，你再去死。然后他就说这是预言，说至死不渝的爱情。哦，这样我就合理了。
你就合理了。然后你死了，遗产是他的，他又把宝石卖了。我稍微补一下，就是我们俩在一起搜这个案发现场的这个，其实这个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是个吧台，然后这儿是那个毛机，对，这是死者死的这个位置，死者手上是有跟詹姆斯一起摸铁盒的烫伤，但是他的右手手背上是有更严重的烫伤，真惨。变烤肉了哈。然后这是个灯牌，灯牌这有个断的那个电线，可能灯牌一拽，电线到了地上，地上是有水的，心脏骤停啊，电死的。像刚才侦探说的，我躺下去，我身体有一部分直接跟下面的水跟电全部彻底接触，就变成一个通路了嘛？对。死者的这个旁边发现灯牌被一颗子弹打了，然后所以灯牌断了，它掉下来了。啊！但这儿是一个子弹的孔，相当于这个灯牌它后面那个棍儿是要架在这个孔上的，所以很难打准，打得这么准。还得透视嘛？对，得一是要透视，二是你得非常准这个枪法。太细了，那个木条很细，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一个误打误撞射到这儿了。误打误撞就拿枪的就是凶手，过失致人死。他死因是电死的，但是这个电死其实并不能100%跟那颗子弹挂上钩，因为它不是一定是那么触发那个机关。对。在你掉海里之后，他上来，然后又把他给电死了。然后呢，死者的动线是这样，就是他的右脚鞋底下有一块黑胶，上面有点胶的痕迹。在这个毛机下面是有这样的黑胶的，所以死者之前的动线，他一定是去过毛机这儿，然后踩过这儿。那个按钮是上升的那个按钮，对，然后就在这个毛机这儿有一个弹壳，在这儿是那个走廊，这是屋嘛。这都是房间，在走廊这一块有一个弹壳。啊，那儿又有一个。对，其实我发现了4颗。哦。船的过道，詹姆斯发现了，这儿有2颗弹壳。哇哦！这个是大昏迷的地方，昏迷的地方我还发现了一把手枪。这个枪有一个英文，这是你的枪对吗？对 ，Rich， 你的枪哦。那我的 Rich 啊。他的枪里头打出2发。那就这2枪都是你打。我打的，因为那把枪是你的，少了2发子弹，你一定开过2枪，就看你往哪儿打的。哎，侦探，因为现在那个现场弹壳的数量跟弹头的数量是对不上的。对。现在我们是找了4发弹壳。对。你身上取出1颗。木条上有1个。对。不太好对应哪一发是哪一发打的，但是其实还是少2发。
而且那个枪也只打了2发，所以其实枪应该少了1把。对，应该不可能只有我那把。手枪旁边还有一个录音笔，录音笔是大的，这录音笔打不开，就在这儿。我给你们听听他的录音，你听听我录音吧，就全明白了。红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是丽丽吗？是丽丽吗？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因为我是8点50的时候听见外边不是打雷了一声嘛，然后我就拿上枪，我就走出了房门。快走到甲板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我就误以为你是丽丽。对。然后我就已经知道我这病要犯了，然后我就摁下了我这个口袋里的这个录音笔，接下来的事儿我就全都不知道了。我肯定当时是看见了你还有一个男人，然后当时我怼着你那个。直到他们来你才醒，对吗？对。然后你在干嘛？你就不知道了。对呀，我就晕了。不是，你是最后晕，中间你有可能就是做了一些事情。是不是我自个儿不知道？对。他其实不是一直晕的，他是后来晕的。但是他发病了之后，他会把他的记忆和现实混淆。他晕倒再醒来的时候，他就会忘掉这中间自己做的所有的事情。断片啊！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发病的时候就有点像梦游？也有可能是我开枪了。对，有可能是。这个一定是在9点之前，因为9点之后心就掉下去了。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有3声枪响了。对。还有1声枪响呢。我先把我发现的说完啊，然后呢，就在这儿，这个位置有个绳子，它放到海里了，但这绳特别长。就有一个信息，就是这艘船的话，只能从船尾的那个活梯然后上来的。也就是说，他就是做好了要掉下去的准备，他有后手。走吧，咱俩，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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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很难说。你是怎么想的吗？我是觉得啊，那根绳子应该是有用处。对。然后何在此时提出来的这个猜想呢？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对这个做法他是熟悉的，然后他反而主动把这个东西说出来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我是这么想的。来，我们现在开始搜身。哇哦，搜了。我没有，侦探哪有？来看看，不从推油开始吗？推油开始吧，这都推的有点。又开始了。哎，手枪啊，有枪。哦，有个手机。什么枪啊？哇哦，怎么这么帅啊？这照片。如果作为一个杀手，任务失败会怎么样？要么解决客户，要么被客户解决。就是告诉我，如果我不解决他的话，我就会被真杀掉。是。他的意思就是这行有这种规矩吧？啊，要不你死，要不我死。也许他会再聘别的人来干掉我。哦，对，干掉你，对吧？有可能。你的大杀机出现了。
还有谁有呀？没有把枪什么的。哎，哦，黄铜小钥匙，开谁呀？什么东西开不开呀？哎，哇，这啥意思？锁着。还有一个枪没打开，去屋里看看。你们有没有？没有。你有没有？没有。你没有？我没有。你给我说实话。哎呦，大哥，我一个老小，不要再弄我了。哎，这儿。哦，箱子。什么东西啊？哎呦，花呀！以前那2个老公，他都调查过。啊？大师说行啊，这个人很好，你可以嫁给他，这个人也可以嫁。没想到我就过得很幸福。怎么回事嘛？世界上真的没有大师给你算出一个靠谱的男人。之所以你最后觉得那2任丈夫都靠谱的原因是大师真的去做了他们的背调。哦，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哎，这首歌，我心永恒。智者不入爱河，但这条河我想要趟一趟。哦，又是爱了。他喜欢你。哦 ，My heart will go on。当当当当当当当。本世纪最大的小提琴表演艺术家。哎，后面是啥呀？这个，你是我唯一的变数。黑框眼镜。你能想象他的网聊头像是一个黑框眼镜吗？这样的一个纯爱有物的人啊，就是你一亿。哦，这个我知道。为什么想要破案的时候却有感情线可以听？这个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呀，你们俩的感情线一定要坐在床上说吗？我们是纯爱战士，一边推着油一边说，他刚才好了一遍。我这个单方面的爱情萌动，就纯爱到我都单恋呢。对，因为我这辈子最不相信的就是1是爱情，2是玄学。这2个小孩是我们当时学校的一个校霸。对啊，表面上看我在被他们整，其实我在整他们。因为这个视角是我提前安排好的一个摄像头。从小就用我的智慧在对付这些看不惯的人，对，所以我先偷拍了，明天他们就被开除了。但我没想到这个时候有一个傻乎乎的戴眼镜的一个救你来了，对，他过来保护我，然后我们2个就一起挨揍了。我一开始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我的第一反应，但是他毕竟救了我，就因为一起挨揍的情谊吧，我就跟他多聊了2句。我发现他喜欢花，喜欢向日葵，喜欢花花草草，喜欢小动物。当时呢，我都不是特别理解，我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小笨蛋喜欢的东西。小笨蛋。哦，怪不得他刚刚管我叫小笨蛋。小笨蛋。哎，你看看。怎么说呢？我就觉得，也许他是我唯一一个能接受的，就不那么聪明的人。就我愿意进入他的世界，看看他为什么喜欢小花小草，喜欢小猫小狗。那张卡给错了，那张纯爱卡给他好了，怎么给他了呢？然后呢？所以我写了，这是我唯一的变数啊，就是他是我愿意唯一一个在我的这种极度理智之外的人。所以我后来在我们的职业网站上，不是谁过来跟我聊抽卡，我都会跟他聊的。我是因为看到他头像是一个黑框眼镜，你知道是他，因为他读书的时候戴眼镜，触发了一些回忆吧。对，包括他说话的感觉和他的性格，就让我确定肯定就是他。
然后他跟我说，我喜欢一个人靠不靠谱？我也没多想，我只是觉得就是想确保他能幸福。为什么有这个花和为什么想趟一趟这个河，还是因为被推了肩之后产生的想法。这他要是一开门看他拎瓶精油，他内心得多爽啊！但我现在此时知道，他拿着精油每个屋都去了，我的心里边有多伤啊！他都结2回婚了，你这都是你安排的，你还有什么可伤的呀？那你这花准备什么时候给他呢？还是说现在抛给我们这些还没结婚的人？我们接住了老朽，到后来也该结婚了吧，50多岁了。那我的爱情来了，我的第3任老公出现了。你想让他活下去吗？您那命啊，有点克。等一下，那我前2个老公死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所以后来我为什么给你编一个胸有大志啊？因为我觉得那人也不太好找。哼，但没想到啊，还是玄学呀！被雷劈出一个痣了。胸有大志，胸有大志，不太好找。被雷劈出一个痣了。哪儿都我的妈呀！太扯了，太扯了。21.05，我们在争夺的过程中，这个铁盒子贴到我胸口的时候，我们俩被雷给劈了，被雷劈出一个痣了。所以是你没有撒谎，是等于有一个人在针晕倒了之后，让电把他电死了。谁呢？那个人是谁呢？现在姨的故事还没有出来，朋友们，我们再去翻看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让我来验证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纯爱战士。哎，你这个马克笔是要干什么用的呀？哦，是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的手，这是什么药粉？火药。是的。火药。火药。干嘛了？这个我要解释一下，虽然咱们现在是那个 CP， 但是之前呢，我是一直以为他是我的那个真命天子的。然后我去真的房间给他做推油的时候，我发现了真有枪。然后我一直以为真要杀他，和在真的门口鬼鬼祟祟的，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还想偷宝石？我怕真一旦知道了这个事情，会想要杀了你。所以12点到2点之间，就是你戴戒指的时候，我就故意的把水泼到了真的身上，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哎，我那有去渍笔，要不你来我这儿，我帮你把它擦掉。我就在帮他擦的时候，偷偷的顺走了他的房卡，然后去他房间把枪拿出来，把子弹的火药倒出来。空炮弹。对，我留了一点点，就不致死。那就是真打的我。怪不得他倒到我肩膀上，我只是倒了，因为我能够自己去处理这个，就是因为我中了枪，其实不严重，这样就讲得通了。是这样，晚上8点我又去约了你，我说我想跟你喝一杯，对，然后你不去，我后面有约会，很重要的啊。我就很郁闷，然后我就去了1楼的那个酒吧，想自己喝一杯，然后想一想我接下来怎么约你。喝的晕晕乎乎的，我突然从窗户看到了河掉下去了，掉到海里去了。我当时很害怕，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就跑出去看是不是河掉下去了。当时我一抬头的时候就看到了真的脸。你是先听到了枪响，对不对？我没有听到枪响，我只是从窗上看到你掉下去了。
而且我看到你的时候是在打雷之后。8点50打的雷啊，对啊，他9点是第一枪嘛，我9点01、02、03的样子嘛。那你有看到是真把我扔下去的吗？还是？我没有看，因为你们是在我上面的。我就看到你掉下去了，掉下去就是在喊宝石不在我身上，别杀我。那他身后那个男人不也应该就是真了吗？你们俩不是？对呀，我不知道。可是真怎么会找他要宝石呢？真如果找他要宝石，他没有告诉他宝石在哪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打他呢？然后这个是大老师昏迷的地方，昏迷的地方我还发现了一把手枪，真拿枪威胁他，而大开枪了。快走到甲板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我就误以为你是丽丽。啊，有可能。如果他目击了真对欣欣做了什么，然后他又有认知混乱，他会觉得那个是丽丽。他可能为了保护丽丽啊，就是说真要真威胁他的时候，你要打针，结果打到了广告板上，广告牌。这时候我跑过来了，真看到我跑过来就打我。走走走，去大的房间。纯爱解推油，别再想着我了。哎，这个没发现过，这是新的，让本官看看。好，行。懒得念啊。丽丽的信。亲爱的大 Rich， 这是自10年前我们分别后，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哎呦喂！之后我不会再为你悲伤，因为我知道我们曾经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而如果将来我们都有了新的生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重逢的话，我也会开心地朝你微笑。我永远相信爱情，并认为最好的爱能唤醒灵魂，给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力量。如今我终于遇见了新的爱人，他是一名珠宝商人。我吧。虽然现在并不是最好的时候，但是他承诺会给我还有肚子里的宝宝一个温暖的家。祝福我们吧，丽丽 M73年。73年，今年是100年，现在谁27？谁是27岁？是我，我74年。所以你真是我哥哥。认亲环节。哥哥。哥哥。那丽丽为什么会自杀呢？都跟我们说他是殉情，他殉了谁的情啊？朋友们，我们再翻看吧。吓我一跳，怎么了？发现什么了？哎，股份赠与协议，新老板和大瑞奇，您爸爸跟我啊，双方就股份赠与事宜达成协议。甲方新老板同意将名下新世集团所持股份的2%股权赠与乙方大瑞奇，并承诺与乙方建立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2，乙方承认本合同规定，并承诺履行保护该公司名誉不受侵害的义务。也就是说，大知道了一些事儿。你用一些东西换来了钱。说吧。是这样的，您爸爸辛巴，辛巴不是辛巴。
辛霸，辛霸跟我们那个丽丽，当时在那个船上，他们都说丽丽跟你爸好，说丽丽是那种那利欲熏心，然后觉得你爸有钱，他就仗着你爸那钱怎么着的。其实我呢来这儿主要还是说来这儿想认识更多有钱人，然后呢我自个儿就遛弯儿，你说没事遛什么弯儿，在屋里待着多好。我遛弯儿看见您爸爸呀，给丽丽从船上推下去了。看见辛巴拖起来丽丽，啊，卡喷呐，鸡巴巴你！哎呀，去你的吧！去你的吧！就把你当着他俩说他妈，你还笑，你还笑，他是不是应该跟我们俩道歉？哪有这样的？不住。反正辛巴就是这么起来的，就把那个，等会儿，不可能，你等会儿，我爸不会唱这个歌，我不信。我从来没听我爸唱。等他切回到那个悲伤的情绪，好来，我都哭了。然后你爸爸就说，给你2%的股份，让你闭嘴。对，我当时就是非常的，我也没辙，但是我也非常的悔恨。所以这些年来，你为什么一直执念的想起那个画面，就是因为你看到了。对，所以后来我就得病了嘛，有时候午夜梦回老想起这一段特别刺激我的这个时光啊。然后，但是你们没有发现我带枪真实的目的。我拿这个枪来，并不想杀任何人，我是想自杀。哦，因为我得病了，一直在被这个事儿折磨，再加上我这么多年光为了挣钱，其实我什么都没有，任何感情的世界都没有，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我在月亮下只会花钱，因为我花前月下，我就喜欢花钱，哥们儿就是有钱，超级富豪。为什么我会来这个船？这个船不是您跟他几周年？3周年。对，我就是想在这个上边怀念一下过去。打雷了之后，我就觉得那我就出去给自个儿一枪，我就死了。所以他在他的潜意识里，这个女孩，红衣服的女孩就是丽丽，跳进去之后，有人是要杀她，他是要把那个人干死的。哦。他的杀机其实这里面加强了，是因为他还有愧疚，因为他这些年来一直背负着出卖了自己的良知，然后换了这个所谓的财富。我们去找找看新的房间。我没有明白，真怎么会找他要宝石呢？这是新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哎呦！什么？什么药？好睡药，每日1粒即可进入深度睡眠。注意，该药与狠型维生素极易混淆，请避免误食。哦，他在吃一种叫做狠型维生素。啊！你把他的药换了？为什么？再找找看有东西吗？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有东西吗？有个手机哎！哇哦！哇，好漂亮啊！同步通讯 APP， 已绑定珍宝罗的所有通讯 APP。监视他。这个是珍宝罗的接单内容：2月28日，新式千金戴上夜空之心戒指后，杀手借机将新式千金杀死。所以你早就知道。定金已付。
内容接单人擅长伪装各种身份，杀人于无形，但不擅长近身肉搏的小恶魔。因杀死2。他全都知道。你以为是你演他，结果是他演你。他跟我约了9点钟约会呢。你这是在玩火，你确定要靠近吗？本以为海水可以灭火，没有想到火烧得更旺。有点意思。结婚，结婚，结婚。其实你真实的身份我一直都知道。小人，天哪！小丑竟是我自己，我就是百变又迷人又危险的何 Blay。涉世未深，完美小金兔，还在那整纯爱的。能掌控集团没点手腕怎么可以？哎，我还蛮符合我20岁这个天真的年龄。都是纯爱战士。天哪！因为他一直要我的钱，所以其实我早就在他手机里安了 APP。我突然间有一天发现了他要杀我，然后我就说那不如我就将计就计，我倒要看看他要怎么样。但你不是已经把他换了药了吗？这已经做了很危险的事儿了。啊，所以是你设计的，让他看到有人要杀你吗？啊？哎，对，我没有听到男的跟他要宝石的声音，我听到是他自己大喊：“我没有宝石，你别杀我。”所以你没看见有人威胁他任何一个？我看到的是他站在栏杆上，然后一声枪响，他掉下去了。所以他刚才一直说我不知道谁呢？那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因为他黑了嘛，我也不敢回头。因为他不能编这个，是因为如果他编的话会对不上。哦，那你说有什么男的跟你说是编的，你没有那男的是吧？哎，但是你的计划里边本来就是有你落海的这一部分，对吧？因为你要让他认为你已经死了。嗯，可以这么说。哦，那枪声是哪来的呢？对吧？嗯。要么咱去案发现场瞅瞅。走走走，我们去找找看现场那个弹壳啊什么的。嗯，好。你看啊，这儿有一颗弹壳，这儿打过一枪，对，这儿有一个弹壳，这打一枪，啊，这是啥呀？这有个鞭炮，哦，鞭炮，哦，鞭炮，所以那个枪声。是你放的炮，对，小丑竟是我自己。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对，其实我就是想用鞭炮声造成一个有人对我开枪的假象来骗你。我本来想的是，我约他9点来，然后他一出现我就开始点鞭炮，点完鞭炮我就演一出戏，就感觉有人要威胁我，然后我就掉下去，掉下去之后他肯定觉得我死了嘛。对。这样他就能对我放松警惕了嘛，否则他一直要杀我呀。所以我手里其实有一个子弹，我跳下去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地上。那请问你掉下去之后，那个绳子是不是你自己留的？对。他自己留的。我那下边其实是我游泳圈的。其实那个绳儿不是为了帮你拽上来，是帮你固定那个游泳圈。对，然后我就钻那游泳圈里游回来了。你回来干什么了呢？游回来之后呢，本来我想趁他吃了我那个药，我下手。哦。但是好死不死，今天他没有吃药，他没有吃药，他也不在房间。这个也是打乱了我计划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但是我知道这个船上至少先有2个人要杀我，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老公。对。所以我没办法，我就想，那我就还是先逃吧。所以我又回海里去了。哦。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游到那儿去等你们来救我？
救救我！救救我！那第一枪就不是大打的，第一枪是鞭炮呀。但是现在还差一个子弹头啊，一共有4个子弹壳嘛。4个子，现在有一个是假的嘛？是我扔的。对啊，然后一枪在你这儿吧？对，一枪在那儿。哦，对对对，那一枪。现在还差一个子弹头，还差一枪，还差一个子弹头。大的枪开了2枪，2发。其实是大的枪开的1枪，找不到。我在里面再找找看有没有。哎，哦，这儿有一个，找到了。有吗？打开了，那儿呢，那儿呢。有个弹头。这弹头打这儿了。哦。那打这边枪的时候，心已经掉水里了，那他为什么还要开枪？真拿枪威胁他，而大开枪了。演一出戏，就感觉有人要威胁我。你没有这男的是吧？不是大开的枪。这个电线有人动过吗？这个电线就是这样的，是吗？这电线原来是这样，不是它是这样，它是有点这样。离珍宝罗还有点距离，所以呢，它必须是得下雨，给它电死了。得下雨，就是下雨时发生的。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电线下雨之后，我用手去拿，不会电到是吗？肯定会被电吧？那凶手会不会在下雨前就动了电线？提前把电线放在地上，然后等下雨就可以把针电死。对。他现在其实是把作案时间提前了。那9点半之前。那这个点儿我们在水下。我在水下。他应该没有。他上来了。我9点掉下去，然后我游了一圈，从那个后甲板上来，然后我25分回到我的房间，发现不对，大事不好，然后我就又回到那个后甲板，我要下去，然后我就往那边游，在游的过程中下雨了，这个是我的时间点。那还有在船上的这个组。哎，对，我想问问姨，你今晚上忙什么了？我不是看到你掉下去了吗？然后我就想去救你，我就去设备间拿游泳圈，然后我就发现漏气了。哎，那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在屋里一直祈祷。好。救人靠祈祷，这点我信了。哎，我们现在去游泳圈那儿看看吧。好。翻那个坑去，翻那个坑去。哎呦，啥呀这是？这是游泳圈吗？嗯，游泳圈。哦。一次性深潜面罩，获得1次海底搜证机会。哦，深潜面罩什么意思？咱得潜水，就下去那里搜的，不能一般人去不了。哦，这个是个盒子吗？还是什么？闸？电路2楼甲板跳闸，短路，连电了，就给他电死了。你给推上去。
那怎么下水看看？下水看看吧。这个特别像那个猪八戒那个肚皮。那我先下去了啊。好好好，你打个样。侦探，加油啊，侦探，注意安全呀！哎呀，我这坏掉了哎！那你不行了，那你不行了。算我憋会儿气吧。你水性好，你年轻。哎呀，哎呦，好恶心啊！哎呦喂，好恶心啊！海带。这没有水草，可以卧恐怖箱综艺节目。我来吧。让小飞去。另外一把枪。这个打过一个子弹。那这个枪就是珍宝炉的枪啊。嗯，因为只有他打过一枪啊。对，所以他是打完你之后就把这个手枪扔了。嗯。哦，有个手机。啊，有手机。保罗的手机。备忘录，3月1日发给媒体，夜空之心再次现世，却在盗窃案中丢失。真心 CP 浓情薄命。真保罗为爱枪杀宝石盗窃者何某，爱与枪火交错之时被获赢。他已经写好了，写好了要杀你。他也要给你灭口。在夜空之心交给心之后杀掉他。你掉下去之后，他打我一枪。这人弄得跟一兔两吃似的。这里肯定还有一些线索。哦，这里有东西。宝石盒，宝石盒。在这儿呢。把宝石盒子重新填海了。是你掉的？对对对。打不开。里边现在我们有钥匙可以打开啊。你的钥匙呢？钥匙呢？钥匙在我那个灯下边。啊，我去吧，我去。要打开吗？那戒指可不吉利，别戴啊！戴完之后对自个儿身体不好。我不要，千万别戴啊！在我那个华丽台灯下边。有吗？有。开了。看看这个漂亮的戒指。哇！哇，好漂亮啊！这个钻石还有诅咒的秘密。它代表着至死不渝的爱情。我的目的是毁了他。他想把夜空之心卖给别人。我就觉得应该把这戒指扔海里，对不对？我有一个问题，那真是怎么发现我藏在毛巾下的宝石盒呢？要么咱再去案发现场瞅瞅。OK， 我现在觉得还水里挺凉快的。我把它放下去，然后已经沉在下面毛里边了。那针又是怎么发现的呢？他的右脚鞋底下有一块黑胶，他把这个升上来之后拿上来。他为什么要升他呀？开船跑。哎，对，还真是。啊，这个很歹毒。如果他比如说他看到他掉下去了，然后呢他又把我给陷下去了，他只要把船走了之后，我们永远爬不上来了。哎，是。他无意当中有一个收获，他无意发现盒在这儿呢啊。
他起锚的原因是要先起锚再去开船。对，他没有来得及开船的时候，就发现哎有盒子，于是这件事情更重要了。然后你俩就打起来了，因为他刚看到盒子，就有人要跟他抢盒子，然后被雷劈了之后，他抱着盒子晕倒了。然后凶手这个时候出来把他电死了，但是这个时候凶手是不关心盒子的，因为你再回来的时候，盒子在。再看看这里还有没有线索啊？制冰机9点的时候，2000毫升储备水已填满，一次都没有制冰，然后现在警告制冰机缺水。啊，它这个水是在下雨之前就有了，它没有等到下雨。哦，他用这里面的水啊，就可以让他好像是被水电死。对。但我觉得他要被电死，他至少头发什么应该立起来吧？那都是卡通片里。因为他俩电完了之后，他被电晕了。然后这时候呢还没下雨，然后呢有一个人过来。然后他一看，这也倒了，好机会，就给他电死了。对，就是为了过来的时候他没有下雨，但是他知道一会儿要下雨，他就过来是电死了。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就想感觉是没有人动这个电线哦，是下雨完了之后下面那个有水把电倒过来把他弄死的。对。所以他应该是熟悉。谁熟悉这个吧台？这是个氛围灯啊！是我按的吗？氛围灯。哦，氛围啊。吓死我了！太吓人了。就是听说 DJ 要出来了。哎，穿皮裤蹦迪。哦，变成红色的衣服啦！白色的衣服，在红色的氛围灯下变成了红色。天哪！一定哦。我只能看见红衣女士，我来一枪。哦，这合理了，因为他以为他是星，我以为他是。你想保护他，你想打的是他，因为你看到他在，你们俩在争执嘛。哦，那就对。他第一枪往这打，是因为你还站在高的地方；你第二枪打得暗一点，是因为你倒下去了，他想再打。哦，对，这才合理嘛。你听到第几个枪声啊？我只听到一声枪。我想想，你认为我听到那声枪声是谁了？肯定是大的呀。大的。因为真只打了一枪，打到我肩上了。我明白了，大的那个枪声应该是被那个雷声给恰到好处的掩盖了。我掉下去就是枪声之前有一声雷声。我们在争夺的过程中，这个铁盒子贴到我胸口的时候，我们俩被雷给劈了。这3发子弹，3发就都对上了，齐了。有一个是我扔的。真看到我跑过来就打我。大的那个枪声应该是被那个雷声给恰到好处的掩盖了。这弹口打这儿了。就我这病的严重程度啊，我怎么过年？我一过年看见哪儿都穿红衣服，一看红灯，我就直接晕了，在那半路的。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衣服让你产生了。我明白，是合理，是合理。集中讨论。好，到底是谁呀？凶手啊？我们还是先这样，先说一下当晚的时间动线。
我大概刚才想了一下，按那个枪声来说的话，第一次枪响应该是鞭炮，心跳，假装有人想要对他动手，引你出来，然后他弄了一个鞭炮，自己丢了个弹壳。对，是9点。然后9点05的时候你出来了。我在9点05之前，应该是02的03的样子。9点钟如约出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他在那喊了一句：“宝石不在我身上，不要杀我！”然后一声枪响，他就掉下去了。因为从我的位置只能看到栏杆上的他，看不到他在对谁喊。然后你就过去看了。我过去看了。你过去看了呢，甄保罗直接就给了你一枪，我就昏倒了。然后呢，甄就把我给推下去了。推下去了。把我推下去的过程当中，姨在1楼的舷窗那看见了。然后他抬头往上看的时候，他也看到了甄。所以呢，我的这个时间线是姨可以作证的。接着呢，发现这盒了。发现这盒的时候，刚好张就出现了。他就去跟这个甄打起来了。这个盒。这会儿是几点？这是9点05到9点10分之间。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出来之后呢，其实他看到一个男的在和一个红衣女子争斗。红衣人吧。红衣人，对我只要看见长裙的就行。然后呢，他已经进入到自己的意识和回忆的纠缠，他就觉得那个是丽丽，大就觉得要保护丽丽，就打了第一枪。而这个时候，因为2个人都站着，位置比较高，所以呢，打到的是这个广告板，广告牌就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发生一起雷击，大的第一枪淹没在那个雷声里，对，甄就昏倒了。张因为被麻了一下胸口，留下了胸有大痣，然后呢就往后倒，往后倒的过程当中，大又打了地上的箱子，就打到了地上的桶，然后张就掉下去了。这个时候是9点05分左右，不止了，没有9点10分了，9点10分了，因为9点05只是我觉得不对要往甲本上上的这个时间点，就上去之后这一串事儿怎么也得10分左右。那所以因为我们计算是在没下雨前。对，才有案发的。对，他落水了之后，那一声枪响是案发的现场，是成型了，是可以作案了。对，所以那就是从9点10分到9点半。对。当时在船上的一个是我晕了，还有我在房间里祈祷。姨他是看到河落水了，对吧？他爱着我，然后看到我落水了，然后他就开始祈祷。没有，我去拿游泳圈想要救你。他尝试过了，对，然后还没他现在吹不动。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大概是晚上9点15分。所以你杀鸡是什么？我没有理由杀他。他有理由杀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爱你，他看见你，他看见你。我不爱他，但弱不弱点呢？我刚认识他，我只是觉得他可能是我的真命天，我跟他又没结婚。因为他还没看到那个痣呢，他只是还在排除法。对，我只是觉得可能是他，所以我才保护他。我会为了一个就是你都没相处过的人去杀人吗？你觉得这有必要吗？然后你看到一条生命活生生的从你眼前掉入了，然后我就去杀另外一条生命，因为你爱他。我不爱他。你别这么说，我有别的 CP 在这儿。哎，我觉得姨的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保护河，而不是去为他报仇。对的。我觉得姨的动机弱。那没准纯爱战士就这么任性，因为最后做的也并不多，气死宝宝了，电死你！从逻辑上有一点可以，就是稍微帮大抬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他处在混乱意识之后，想要杀一个人，手里还握着把枪，那我还干嘛不用枪而用电，对吗？你会发现，其实我根本也没有想弄死他。是这样，因为是在船上的2个人，一个是晕了，一个是疑时间线模糊。我什么都不想要。所以呢，水里的时间线我们必须要好好盘。好，每个人必须把水里的时间线说得非常仔细。因为大家的路程基本上都是从这儿游到船尾。那所以每个人从这游的时间应该差不多。他刚才算了是大概20分钟左右，20到23分钟。所以你要10分下去，张是肯定游不回来。他的这个时间，我觉得基本可信。对。那么
我的时间点是，首先我前面有一个晕的时间，我醒来的时候是被水呛了一下醒来的，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已经在海里面了，所以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游的，我不敢保证；我晕了多长时间，我不敢保证。然后我醒了之后，我没有立刻往回游，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星星掉水了，于是我就开始寻找它。所以呢，我的动线虽然是从船头往船尾走，但是我不是拼命的游，我是在寻找。对，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从那边走了，所以我无论如何我遇不见这个女孩。那你掉水里了之后是什么时候爬上来的？你不是上来换了一个衣服吗？我到房间里面换衣服的时候是9点40。我其实本身没有想那么快的上去，因为我没有找到星星，是因为9点半下雨了。下雨了之后开始冷了之后，我就只能从后面爬上来了。然后我回到房间，当我可以看时间的时候是9点40。你在海里面待了半个小时，不到半个小时，20多分钟，因为我9点过了才掉到水里的。新落水的时间是什么时间？9点整。9点整。然后你什么时候游回来的呢？我是从后甲板上来的，然后25分我走到了我的房间，发现那个药没有人吃，且房间没有人，然后我赶紧又折回到了后甲板。所以你游出去的时候下雨了吗？没有。你不怕冷吗？你下去之后？因为我早有准备。哦，大家都有装备，对，早有准备。其实从实际上来看啊，锌的时间是最充足的。它21点下水之后，一直到21点25再上来，他自己说是25啊，但是其实这期间没有任何目击者。但是我们3个都有落水的这个过程，我们大概游回来的时间都是最少要20分钟以上。我其实是觉得他已经都上来了，发现人不在，他也不找，然后也不那个什么，就立刻马上从后面又跳水。可是问题是，如果我已知船上有2个人，就是要我的命，且就在今天。可是你还是回来了呀，你已经回来了。我回来了，要确定他吃那个药昏迷呀。我想现在听一听那个锌，如果没有这些乱七八糟事儿发生，你的计划是？回来看他昏迷，昏迷之后，然后再把他扔水里。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已经让船上这个凶手觉得自己死掉了，然后回来要杀自己，另外一个杀自己人没有成功，跑到水面躲一躲，然后后来有船来的时候，他又坐这个船回来了。不是特别的合理。提个问题啊，如果说你没有碰到我们2个过来补给，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因为有人说会送补给，前面是有公知信息，所以我才会等。我不可能说不知道的时候我自己在那儿趴一晚上。那你的这个计划砰的一声造成一个假象是，他想我麻痹大意，我就不会再追杀他了。然后那你不能再回来了。我回来，但是我的终极目标我想杀他呀，我还是要执行。那有一个问题，你做这个东西是你到底是要给他做个假象，说你已经死了，还是说你要杀他？我要杀他呀！但是你现在冲突了，是这样。因为如果你回来之后，你遇上他了之后，你等于前面的东西白做了。那我为什么要假死呢？我假死的目的就是让他别盯着我呀。可是他在船上呢呀，他就这么大，就这么大点地儿啊。所以我的计划就是他会以为我死了，你知道吗？他就不会再找我了。那我回来之后，我就执行我本来的计划呀。欣姐本来想杀他，是想把他迷晕，晕了之后扔到海里，对吧？啊，对。但是真本来就是晕倒的，在甲板上，他是晕倒了之后才被电死的。如果欣姐发现他晕倒了之后，他就没有必要再把他电死，他直接把他扔海里就好了。那现在咱们最后说一下自己怀疑谁吧。我觉得还是怀疑3个落水的人，但是我觉得张的时间他不够时间游回来。但是他的那个理由就是非常能说服我们，因为他说他
他是看见你，他爱上你了，他下去之后，但凡一醒，他要先找你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浪漫，就是说这个事情也愿意去相信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时间过去了。我主要是这样的，我呢，首先因为我晕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头啊。当我没有办法回头的时候，而且我听到他喊说宝石不在我身上，别杀我，我就不知道对方是谁，但一定不是真。所以在我心里，真是对我没有恶意的。真只有什么时候对我有可能有恶意，就是我没有完成我的任务。就是你如果不解决客户，客户就要解决你，这是我师傅跟我说的。但我的任务不管是不是我做的，这个任务都已经结束完成了，因为心已经死了啊，所以我很难过的在新的这个卡片上面写了一个溺亡。还有一点是，就算我能够有时间回来，我是刚刚在甲板上被打了一枪的人。然后呢，我是一个不会近身攻击，而且我的方法就是接近你，然后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温柔一刀。我身上是没有武器的。但这不正好成全了这个案子吗？因为他不是被肉搏杀的呀。对呀，但是啊，你想想看，我如果一点凶器都没有，我又不会肉搏，我敢去甲板吗？他已经晕倒了呀！我哪知道呀？我是在那被打了一枪，我是晕倒了被扔下去的。我得先去甲板，我才知道他晕了。我是不会在这个时候贸然的去甲板的。啊，以他的人设应该是打完之后醒了之后先说几句法语，就不伦不伦不伦安顿就是 what happened， 然后就再这样。我觉得都有可能，就还是他俩。因为其实像怡的话，你怎么盘动机还是太弱了。然后刚才何谈到说他没有动机，其实我觉得，你再怎么说啊，就是此时你的动机可以升华为爱报仇了。而且你说没有勇气，我觉得也不一定。一个是你是被偷袭，然后你如果抢了一个时间，你有就是快速的回来之后，你变成偷袭方了。就是偷袭方作为一个职业杀手，去甲板瞄一眼的勇气总是有的。就过来看，天时地利人和都在，杀手不敢杀人嘛，对吧？集中烹制。有一点，我觉得是不能100%存信的，就是他中的这一枪，他据何自己说是被打晕了，然后再被他扔下去呛水，直到醒了。其实不一定，因为没有别的目击者的情况下，可以我中枪的同时就做了一个落水。对，因为中枪之后不一定会晕啊。但是我确实是晕了。这个我所有的这个动线是有别人作证的。9点左右，9点左右。对于心来说，其实反推心也很有可能，就是只是你倒推他的心态来说呢，你说上来之后马上又跑，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心呢是他自己也有整个完美的计划，他是要先跳下去，然后再上来，然后趁她老公睡着再把老公杀了，然后再跑，因为他知道时间有供给，他可以在那儿遇到我们。他只不过是这个环里头，她老公没有在那儿，他可能在甲板上遇到了，他把他给电死了。但是于我来讲，
求的点，你们非要怀疑我们只有1-2分钟来作案的人。行，咱们投票吧，你会投赢的。这，又要来投票了。还是用排除法。我觉得大瑞奇呢，就是开完2枪之后就晕倒了，然后就是詹姆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下到海里的，他往回游的话，时间其实是最赶的。何布雷他说他跳下船之后是要找心跳的，所以我稍微把何布雷排除一下。我现在最怀疑的2个人应该是心跳和一翼。心跳是有完整的一套计划的，9点05分他就已经跳下船去了，可能他回到船上之后把珍保罗电死了。时间线上一翼是非常模糊的。又是一个极限2选1。投票啦！投谁呢？因为今天的焦点其实主要还是这个辛和和嘛，然后其他3位我觉得确实可能性不大。辛的话，他有个很明显，他上过船，然后又游走，那这段时间的话，他是可以撒谎的。然后和的话呢，我之所以还是会怀疑他，是因为我觉得他首先掉下去的时候，他不一定真的晕了。那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呢？这。我的命运牌指引着我。嘿嘿嘿，嘣嘣嘣！那么多人都投我们欣啊，怎么能这样啊？对，心跳反正就是万人投啊，不投他不可能。然后，但是我也是觉得何布雷呢，也确实是有嫌疑，所以我觉得。那么我就只能投给心跳啦，就是你。今天我的选择很纠结，因为从今天整体的行动线、逻辑线来讲的话，那就铁定的是我跟何。虽然说他很爱我，我也知道了他对我的情感，但是我们有缘再见吧。如果你今天进了笼子，我会在笼子外边等你的。但是如果今天是我进笼子，那我相信啊，他也会等我的吧？好吧，就这样吧。他也会等我，他怎么等我？明明是他犯错。今天的凶手就是你。虽然你爱我，可是我还是要投给你。这个样子的选手呢，我主要锁定在何布雷和辛德之间。何布雷作为一个身上没携带武器的职业杀手，其实正确的反应就是应该顺势掉进海里，更何况他身上还有一个能快速保证他在水里面浮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神器。对于心跳来说呢，他说的这个不敢出来，其实也有 bug 在，他到礁石上到底能缓解多少他的危险困境，也许反而是更危险了。来吧，开始公开吧。互联网普法综艺《大侦探》第9季，谁是杀害珍保罗的真凶呢？
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那肯定是我喽。我对，纯爱战士应声而出，晕了。这仨应该都，对我们仨都是纯爱战士。获得0票的是大瑞奇。詹姆斯。果然。还有1亿。哇！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心跳和何不累之间。你要不你先进去？又到我了，又到我了。心跳和何不累互投了对方。您好，辛苦了。我们这对儿这叫什么？爱人抗议吧，是吧？相爱相杀。侦探第1票投给了何不累。侦探要投机。心跳，蛮平均的，蛮平均的。哦，主打一个端水。哦，平了，广撒网，合理哈。一共就这俩，你至少投对1次哈。这把侦探念出了票，很羞耻啊。助理小何投给这儿吧。何不累。小何投大何。1亿投给我的命运牌指引着我。心跳3平。哇塞！还剩张和大啊。詹姆斯和大瑞奇都投给了你这个谁还愿意再回到这个甲板上，然后去瞅一眼，看有没有机会的人来说，从决断力跟行动力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何不累是更有可能完成一个极限反杀的。所以我投给的是何不累。何不累，何不累5票，请进铁笼。哇！惊喜吗？惊喜吗？你居然逃过了牢狱之灾，居然不是我！这必须得让你帮你帮你。太难投了。我会等你出来的，我会等你的。何不累究竟是不是本案的真凶呢？天哪！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厉害呀，谢谢。我就是本案的凶手，何不累。成功。投错了，没事没事，票还是够的。就知道
这何老师以前他是哇，玩的好，玩的好。我都投不下去，西西。我也投不下去你。是不是就没有晕倒那回事儿？撒了2个谎，一个我回头看到真了，我知道真要杀我，然后我就要杀他，但是作为一个杀手，我总是有点本事的，我身上总是会带一点小凶器的，所以我身上有一个很小的刀片，我是隐藏了我的杀机的。我其实做的事情是那个线啊，是被捆死在架子上的。我用那个刀呢，把那个绑绳给割了就让那个线够长度可以扔到地上，然后再把那个制冰机里面的水倒下来。就是一个杀手，最后就是说，你若杀我，我必杀之。滴水不漏，滴水不漏。另外一个谎呢是，其实我可能跟他前后脚，他不是23回来的吗？对，我可能就比你稍微晚个1-2分钟。我从我这边走，你从你那边走，所以没遇上。我直接去了甲板，然后去的时候他就躺在那儿了。就你游回来之后。对。天赐良机。所以最后只能在我和欣欣中间，就比较难了。然后欣姐就被狂踩的都说不出来话。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有请侦探助理送上由外星人电解质水提供的侦探徽章。不过你今天拿了个秤，所以一人一票是对的。来，咱们说不贪，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独家冠名播出。累了充充电，来瓶外星人，谢谢外星人电解质水。谢谢。下载百变大侦探，随时随地来探案。本节目由社交推理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谢谢。佳洁士锁白牙膏，主动美白，真相大白。本节目由佳洁士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推理更有无感保护的护舒宝液体卫生巾赞助播出。用动感地带芒果卡解锁会员花絮内容，破解更多谜团真相。我感动，家产都给你留着。好，又给人家了，都是咱们的。哎，你的。收获了爱情，好。马上就出来。第一次出任务，为了一个女性就失败了。我决定改个职业，我不适合这个工作。没事，富婆看上你了。我非常的感动。Someday， 这为什么要干杯啊？我今天的那张牌一个都不准。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主持人小齐。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老朋友，欢迎我们的郭慧法官、肖丹法官，还有沈一飞沈教授，欢迎各位。那接下来我们本期的合议庭会从成瘾行为聊起，一起来探讨爱的缺位对于人生选择的影响等话题。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3案现在开庭。那通过这一次的正片，我们也了解到，甄保罗由于一己私利，提前雇佣了杀手，准备杀害自己的妻子，并准备事后杀掉杀手，并制造妻子意外溺亡的假象，但是最终阴差阳错与其他人计划相互影响，而最终造成了自己的死亡。本案的凶手就是何。那我们如何来看待雇凶杀人这个行为，在法律当中有着怎样明确的一个量刑和判定？在法律中啊，没有雇凶杀人罪这一说，只有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雇凶杀人，那么属于故意杀人罪的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同时呢，又是一种典型的共同犯罪。
所以说，买凶杀人的雇主和实施行凶的杀手2个人是共同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的共犯，应该共同承担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一般来讲啊，2个人的罪责是基本相当，但是雇凶者他是犯意的发起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他的罪责往往是要重于实施这个故意杀人的。当然这也并非常例，多数情况下2个人是共同对被侵害的，比如说死亡啊，或者说甚至未遂这种应得后果，他们是要共同承担责任。还有一种情况，其实就是现在因为网络很发达，然后网络雇凶杀人，他可能就是双方都没有见面，而是说通过匿名的形式，通过网络的交易手段实施了他们的这种利益的往来。这种情况下，在判定当中，包括在整个的侦破过程当中，会有影响吗？首先呢，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侦查问题，是一个事实证据的认定问题。在近年来，特别是随着网络社会的飞速发展，出现了以网络的形式，远程买凶杀人的案件。对侦破来讲，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是自以为得计，但是我们讲，你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都有踪迹可循，甚至是在现代的技术侦查手段面前啊，这些所谓的暗网啊、买凶啊，都是一些很拙劣的伎俩，很容易被识破、被追踪，进而被揪出。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在实行网络实名制，更有利于去把这些看似隐藏在网络之下的人给揪出水面来。网络实名制的出现，对于网络上每一个人的言行会起到一个很大的监管，而且每个人都要开始对自己的言行更好的负责。不知道您有怎么样的看法？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规定了网络实名制。去年呢，多家平台推动粉丝较多的自媒体账号实名信息展示工作，前台实名制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网络实名制，第一是可以明确网民的权利与义务，虚拟社会与现实世界一样，都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第二呢，是有些网民通过制造谣言、煽动网民情绪、恶意攻击他人，实名制的施行可以减少这些负面信息的传播，构建和谐清净的网络环境。第三是越来越多的部门都提供了实名网上服务，比如结婚登记预约、医院网上挂号等等，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便捷。第四呢，是有些不法分子利用个人信息没有登记或者虚假的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导致取证难、查处难。网络实名制有利于威慑不法分子，更好的、精准的去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我们要约束自己的网络行为，理性、文明、冷静发言，共筑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这个网络实名制就是有助于推动大家不断的去约束自己。那再次说回我们这次的案件，珍宝罗死者为了赚取赌资，和赌场里面的赌球组织呢合作打假球，所以这个赌球当中到底会存在哪些黑幕？能不能请法官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赌球呢是一个疯狂的暴利黑产，真的故事呢在现实生活中也曾经真实上演。有些赌博集团呢将黑手伸进了足球赛场，通过操纵球队和球员来控制比赛的结果。有些球迷会盲目相信博彩公司给出的赔率，在他们的认知中，如果赔率设定错误，那么博彩公司就会亏损，所以跟着博彩公司去买肯定没错。但是对于博彩公司而言，他们要预测的并不是比赛的胜负，而是不同结果的投注额比例。只要投注额比例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博彩公司就能盈利。有的骗局是赌对了却无法兑奖，一旦获奖 ，APP 可能就会弹出来一条网络故障，奖金根本没有办法兑现。还有的骗局是诱骗你充值会员，骗取你的个人信息，比如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手机号码等等。这样呢，你一旦点击链接以后，就会触发木马程序，绑定的银行卡内的钱款立即被转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购买体育彩票合法，但赌球风险极大。刑法第303条第1款规定了赌博罪，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0条也有相应的规定，即使不触犯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会影响你的生活，轻则痛失钱财，重则家破人亡。切勿因好奇、寻求刺激而尝试赌球。如果发现赌球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刚才肖丹法官介绍的发生在体育领域里的这些违法犯罪现象啊，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赌博罪了，很有可能构成诈骗罪。如果我点击这个链接，导致木马程序来把我的个人信息啊，甚至银行账户信息啊泄露啊，可能触犯相关的计算机类的犯罪，或者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我们看到一个比赛的明显的输赢，大家是能够一眼看出来，或者是通过正常的分析啊，是能够得出有可能存在猫腻啊、存在黑幕的这么一个结论。而更隐蔽的这种腐败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体育的管理人员、管理阶层、球队的管理阶层，甚至是裁判这些执法执纪者，这些人和这些违法犯罪现象结合在一块儿，他们所造成的危害后果，比简单的赌球会更为严重，也更为人民群众所痛恨。所以说，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也在不断的加大力度，对体育领域深入开展整治活动。的确，赌球的风险它不单单是钱财的损失，特别是在这个故事当中，珍保罗他整个人生的走向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赌博快感，从打假球、赌球到有意的入赘新家、坑骗其家产，甚至最后对自己的妻子产生了杀心，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第一步踏错之后，一步步就走向了泥沼的深处，而且越陷越深。所以说，各位该如何去解读他的行为呢？赌博，我们常常把它简单的归结为金钱的刺激。赌博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称之为叫成瘾性。如果大家看过《贪婪的多巴胺》这本书，它就直接告诉大家，赌博是个非常典型的成瘾性。这个多巴胺的刺激啊，不是说有个金钱刺激就多巴胺分泌了，它是一个预期的差距。也就是说，如果今天100块钱刺激了我得到了，明天再100块钱，它就刺激不了了，就要200块钱，必须要不断的增加，然后使得我的预期和实际中间它有各种的起起伏伏，这样子我才会不断的投入进去。所以赌博之所以老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完成了这样一个机制，你一定会不断的陷入在里面去。所以很多的人会高估自己抵御诱惑的能力，不要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在这个赌博的逻辑体系里，大家要清楚地意识到，它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人为很难自控的上瘾机制在里面。如果你自己是这种上瘾行为，那你其实一定要记得，你要去求助专业人士，你需要有社会监控、有机构监控，才能帮助你跳出来。同样，法律的惩戒和威慑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力量，否则的话，人类其实都很容易迷失在上瘾行为了。这个沈教授的话，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启发。刚才沈教授提到那本书，我也读过。更多的多巴胺需要更大程度的刺激，当一旦达到那个临界值，你可能难以来再去获得。所以说它是有限度的。但是内啡肽不一样，内啡肽是可以通过艰苦的自律、严格的自律来获得。那么法律呢，是通过对这些潜在的难以自律的人，强制他们进行自律。其实，在另外一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使他们通过自律获得内啡肽，减少这种容易获取的多巴胺。我们把那个内啡肽称之叫当下物质，就它是一个长久的欣赏型的、缓慢的，但是它是持久的一种成就感和快乐。那刚刚我们聊到了，除了珍保罗之外的行为，还有几个角色也是在处理自己和他人或者社会关系上面有一些比较偏执的态度，比如说故事里面的和怡，一个是极致的冷漠，一个又是极致的追求。所以有哪些原因促成了他们当下现在这种认知呢？极端的这种成长环境和社会环境会造就一个极端的个体。但我们的研究正是告诉你自己也得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就但其实真的是50%跟50%的极端的环境，它也能造就一个人坚强的性格，但也能造就一个人完全逃避的性格。在这个背后，其实是你个人的性格特征，你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但同时，我们也真的是
呼吁，尤其是作为父母，尤其是作为一些未成年人，因为他自己的能量不够，我们真的是要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环境，否则的话，当缺位的时候，他一旦没有那个改变的动力，没有那个契机，他要跳出这个漩涡就比较艰难。其实爱的缺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没有在他年纪小的时候让他形成跟他人链接的能力，而跟他人链接的能力能让他产生同理心，然后没有链接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产生互相的这种促进的动力机制，而是常常把所有人都看成是竞争对象，社会就变成个零和游戏。所以，真正爱的很重要的这个逻辑体系是如何让我们有更好的链接的体验，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强的同理心，有共情能力，然后我们才能很好的学会爱与被爱。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们的社会，包括我自己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社会建立一个幸福的逻辑，我们能够有更好的支持体系，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链接能力的重要性。在生活中，也许你会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但至少在哪一刻你遇到某一个人，你能感受到这种温暖，即使这个人不是你的父母，是个陌生人，这种温暖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意义所在啊。我们也是很希望在案情以外，能够告诉大家我们是在关注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给到大家这些温暖的支持。对，我们要努力给孩子更好的环境，那个环境其实既包括是物质生活上，更多的是爱与被爱和关怀上面。所以现在互联网上经常有一句话说，和这个人一相处会发现他从小是被爱包围着长大的，就是因为他所有的那些爱，从小收获到的爱了之后，他在未来和人相处的时候，他其实能够给予的，别人是能够从他身上感受到的。这也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和过程。那再次谢谢3位老师今天和我们的分享。那今天的案件到此就结束了。爱是环绕着世界的能量，有人对它执着，有人为它难以释怀，也有人在爱的缺位下做了不同的选择。不论怎样，都要始终怀揣着爱的初心，展现出作为人类真挚情感的爱的强大力量。那本期就到这儿了，大侦探何以婷，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拜拜。大侦探9联合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本季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再度升级 3.0 模式，和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7所国内知名政法高校共同诚邀全网观众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何以婷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在大侦探9节目片尾中呈现。这个故事首先玩法上很特别，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的巧合事件上，对吧？然后在故事里面发生了很多的意外，然后这些意外被我们一点一点拼凑起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挺有趣的。何不累这个角色还是挺特别的，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没有得到过什么爱，然后也很苦过来的一个角色。然后呢，他采用的和这个世界交手的方式呢，是去讨好、接近，然后想办法去迷惑对方，可能自以为是百炼成钢的一个冷血杀手吧，但其实是就遇到对的时机和对的人的话，就可能就瞬间沦陷了。这一集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在于，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一定会做的事情，当碰见了人，一切都是变数。我们认定的所有的那些一定会到达的彼岸，其实也许在游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到不到那岸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们想游去我们自个儿想去的地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是很公平的。当你为这个世界所谓的那点欲望而去多付出一点的话，它就会拿走你一点点的自个儿的私有的东西，包括爱情、友情、自由，都是等量兑换的。所以我们为了发展，就是我们都要定义成功，让成功变成了一个可视化、可量化，都要走流量啊。然后这就酿成了我们想得到那些流量，想得到那些已经被定义的成功呢，就要心甘情愿的去扼杀我们对爱的时间、对友情的时间、对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虽然可能有钱了，但是弥补不了你最后的对自己的那个内心那份缺失。那可能你最后，比如走了很长的路以后，你发现还是想要找回那个最真诚的自己，那其实是你拿钱已经没有办法弥补的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吧，我们确实要追求物质来保障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不能够忽略对于精神世界的充盈的这种追求，然后让自己物质上以及精神上富足的活下去。我觉得这样就最好了。我之前一直很信的那种命运牌，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指引，其实都是有一个人在背后帮我做这些事情。我现在得到的这些回报，其实都是我在以前种下的种子。这种播种会慢慢的成长成一颗爱的种子，然后慢慢的再回到我身边来回馈我，来保护我，并不是单一的只是迷信一些卡呀，或者信一些什么玄学的东西啊。其实真实的还是因为有背后有感情支撑，有爱支撑。那我觉得生活中不光是女生，其实我觉得男生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勇敢，然后有自己的判断，不失去自我，永远是生活的第一位的。爱情本身不是一个会值得去怀疑的这个事情。我是相信每个人都是有机会遇到真爱，不用轻易的去评价爱情到底是不是值得相信，或者是不是值得期待。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值得爱的，在你遇到合适的对象的时候，那个心动的瞬间、心跳的瞬间不是你可以控制的。而且我觉得爱情来临的时候还是很美妙的，因为证明你值得，也证明对方那个人可能就是爱情给你的一个礼物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惊喜名场面。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平台凤凰新闻，特别合作网易有道词典、美图秀秀、腾讯地图、WiFi 万能钥匙、讯飞输入法、怪兽充电、火山人密室、X 先生密室。媒体合作：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